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开局分配随机品质车辆进行生存。当所有人都开着劣质车艰难求生时，我却开出了金色品质肌肉战车，直接在丧尸群中横冲直撞。只因我觉醒了欧皇刷新系统，每次开箱都可以刷新10次，且第10次刷新必出紫色及以上的奖励。刚穿越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了车型宝箱：山地自行车灰色，公路赛摩托车白色，家用 B 级车蓝色，最高品质才蓝色。我有些失望，随即点击了刷新。越野轿车蓝色 ，C 级轿车蓝色，公路自行车灰色。我自然是不满足于蓝色，选择了继续刷新。但很快我就见识到了高品质概率是有多么的低，连续8次刷新，最高品质都只是蓝色而已。直到第9次刷新时，才出了一个紫色品质的车辆 F1 赛车紫色，具有极快的速度和抓地力，理论最高时速可达450公里每小时，前提是路面保持平整。终于出紫了，只不过这个属性有点鸡肋啊。首先在这末世中，速度其实不需要这么快，只要能跑得过丧尸就可以了。其次赛车的话，车容量肯定是不大的，这对于末世生存来说也是不利的。于是我选择了继续刷新。丁，本次刷新为最后一次刷新，必定出现紫色及以上的奖励。抽卡也是吃保底，没想到现如今抽车也逃不过这一劫。不管了，开抽！我刚按下刷新按钮，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这一次依旧是3个选项，另外2个平平无奇，但第3个则浑身散发着金光，一看就品质不凡。肌肉战车金色，极强的撞击力，宽敞的储物空间，这是路上车辆的霸主，末日中的生存方舟。好家伙，本来还以为只会出个薄底子，没想到直接出金了。我迫不及待地领取了车辆，随后瞬间被传送到了一个巨大的钢铁猛兽之中。看着周围宽敞的空间和豪华的装饰，让我在末世中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安全感。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：恭喜玩家小姚进入末日公路求生，请尽快收集物资，提升车辆等级。下面还有3条提示：1、所有车辆均可自动驾驶，若车主主动驾驶，则速度提升20%。2、车辆拥有3天保护期，期间处于无敌状态。3、请玩家尽快抵达第1个城镇，获得最后的新手奖励武器宝箱。看来得赶紧去城镇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武器宝箱能开出什么宝贝了。我检查起车辆的属性：车型肌肉战车，等级最高时速180公里每小时，本世界无需燃油，所有车型都会在白天吸收中烟辐射作为能量源，看来不用为燃油而担忧了。此外，肌肉战车作为最高品质金色，还带有2个特殊技能：技能1，车辆拥有无限成长性，体型会随着每次升级而扩大；技能2，可拥有1辆副车，并且随时可以进行切换。不愧是金色，这属性更是无敌啊！有副车的话，也不用担心主车被别人盯上。我继续打开车辆的升级面板，升级条件：金属5吨，塑料1吨，玻璃0.25吨，橡胶0.5吨，金属币10枚。注：车主可通过吸收能力来进行材料采集，仅限升级材料。还好有吸收功能，不然这一大堆材料搬都要搬死我。看完这些基础信息后，我把目的地设置到了新手城镇和平谷上，然后就开启了自动驾驶。空闲的时间，我打开了系统的聊天界面，准备收集信息。艾坤，我刚领取了武器宝箱，开出了几个蓝色品质的武器，我选了弓弩。贝利亚，我这边也是蓝天白云，随便选了柄剑来防身。奶龙，飞舞贝利亚，我还开出个紫色的手枪呢。聊天群里越来越热闹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自己开出的武器，而我也通过聊天内容了解到，武器宝箱不仅可以开出冷兵器，还有可能开出高品质的热武器。没过多久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：丁，已抵达新手小镇，武器宝箱已发放。新手小镇为公共区域，资源丰富，同样危机重重。终于到了，我连忙领取了宝箱，这次起码要开出个枪械才行。尼泊尔，屠龙，蓝色，锋利锐器，刀身的纹龙图案透露出一种不言而喻的威严。铁剑，蓝色，可以进行横扫攻击和附魔。马来剑，白色，古代马来武士的随身武器，刀刃弯曲，但极其锋利。蓝天白云，还都是近战武器，刷新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蓝色奖励都是冷兵器居多，如警棍和盾牌都在其中，而白色武器更多的是工具，如扳手、斧头之类的。我继续刷新，直到第8次刷新时，屏幕上又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金光。好家伙，提前金！我有些不敢相信，没想到没到保底我就出了金。我定睛一看 ，M249 轻机枪，金色，强力的子弹和持续输出，末日世界的最强武器之一。子弹类型5.56毫米，射速1000发每分钟，备弹1000发每个弹夹，自带1万发弹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菠萝吗？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领取。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，这才是独属于男生的浪漫。我开启战车进入了新手城镇，有了大菠萝给我带来的底气，就算是狮王来了也得掉层皮再走。一路上的道路和房屋都破旧不堪，街道中还行走着密密麻麻的尸群。丧尸等级危险程度低，但构成尸潮的危险程度是灾难级别的。面对眼前的小型尸潮，我并没有感到惊慌，反而有一丝丝兴奋。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里面，我正愁没有怪物给我试试战车的威力呢。我开足了马力，驾驶战车冲向了尸群，只听到砰砰几声剧烈的撞击声，大量丧尸就被撞飞了数百米。突然，一只挂掉丧尸身上冒出的白光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仔细看去，发现竟然是一个宝箱形状。击杀丧尸，获得白色宝箱，全随机，可开出任意白色品级以下的奖励，并附带5个金属币。我了个豆，打怪还可以掉宝箱？那眼前这些哪里是尸潮？这明明是泼天的富贵啊！我调转车头，对街道上的尸潮进行了反复碾压。没一会，我就又获得了5个白色宝
宝箱。我觉得用车撞丧尸太无聊，索性拿着大菠萝走下了战车。这时耳边传来了系统的提示：玩家等级1，最多可在户外活动2小时。看来得抓紧点时间了。我架起大菠萝，开始体验起了扫射丧尸的快感。顷刻间，周围就布满了残肢烂肉。这下又收获了6个白色宝箱。哇，爆帅真的很高，一刀999的感觉真爽。清理掉周边的威胁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前方超市的货架上放置着大量的食物和饮料，但里面也游荡着许多丧尸。在别人眼里可能觉得危险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些可爱的丧尸都是行走的宝箱怪啊！我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，随着火力倾泻，里面的丧尸都化作了团团的血雾。仅仅数10秒，超市里的丧尸就被炼化成了2个白色宝箱。收起地上的宝箱，我从柜台上掏出大量的购物袋，开始对整个超市进行打包。光是罐头、方便面、火腿肠我就搬了几十袋回车里，水和饮料就更是数不清了。此外还有各种零食、水果和生活用品。粗略估计，这些伙食够我吃好几个月了。一些多余的物资还可以用来交易。看着仓库里满满登登的物资，搬运的疲惫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满足感。好家伙，我竟然在末世实现食物自由了！搞定物资之后，我准备收集一些升级车辆的材料。我把手放在货架上，使用起了吸收能力，眨眼的功夫，货架就发生了剧烈扭曲，随后没入了我的手心。叮，获得玻璃0.1吨，金属0.5吨，这可比搬运物资快多了。接下来我又搜刮了一家五金店，收获了打火机、手电筒等等必需用品。随后我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里面没有一点物资，却有成百上千只的丧尸，而且正如洪水般向我涌来。这哪里是尸潮，这简直就是天堂！战斗爽！随即我扣动扳机，大量的子弹倾泻而出，瞬间击穿了丧尸的包围圈。强力的火力倾泻，使丧尸根本无法靠近我。这一波尸潮很给力，足足给我爆了13个白色宝箱。清理完2楼的威胁，我来到了3楼家电区，在其中我搜刮了几台电水壶、吹风机、电磁炉等重要的家电。除此之外，商店里的废料我都一并进行了吸收。洗劫完商场后，我又来到了一处餐饮店中，除了搜刮到一堆锅碗瓢盆之外，还顺便带走了一些桌椅板凳。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，我几乎把整个小镇洗劫一空，随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肌肉战车上。今天真累啊，不过收集物资是真爽。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，叮，开始消除车主身上的重烟辐射影响，所需时间10小时，看来得休息一段时间了。我启动了车辆的自动驾驶，随后打开了系统的聊天界面。你们都还好吗？我拼了命才从丧尸群里抢到3袋方便面。我这丧尸太多，只能干看着超市里的食物，靠近一点就会爆炸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也不知道早上和我聊天的哥们还活着吗？我刚成功击杀了一只丧尸，获得了1个白色宝箱。你也太厉害了！我看到丧尸只敢躲着走，看来大家的处境都很难啊。相比之下，衣食无忧的感觉可太爽了。对了，说到宝箱，我还有几十个白色宝箱没有开呢。我从背包中拿出掉落的21个宝箱，好期待啊！不知道能开出些什么宝贝。卫生巾1包，白色；泡面1袋，灰色；烧水壶1个，白色；丧尸抗毒药剂，白色，能够有效治疗低等级丧尸带来的病毒，这个还不错。虽然说我现在的战力丝毫不怕丧尸，但是万一真被丧尸咬中，这玩意可以救命啊！领取领取。随着宝箱的开启，各种各样的物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不愧是全随机，连这玩意也有啊！收下后我继续刷新着，直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奖励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汽车模块，白色，尖刺，等级，效果使车头前方生成5厘米钢铁尖刺，损坏后无法修复。相同模块可以融合升级，5级后可进阶为蓝色模块。这尖刺效果和我的肌肉战车简直是绝配啊！二话没说我就选择了领取。而接下来的刷新我也有了目标，争取多刷几个汽车模块出来。很快所有的白色宝箱就被我开完了，获得的奖励也是十分丰富。车辆硬体等级，玻璃强化等级，车载冰箱等级，固定床铺等级，防爆轮胎等级。此外还获得了105枚金属币。开完了宝箱我还有点意犹未尽，要是能再多来些丧尸给我爆宝箱就好了。接着我打开了车辆的升级界面，在我之前不断吸收材料的努力下，第一次升级所需要的材料我已经全部凑齐了。叮，检测到升级材料已足够，是否选择升级？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升级。升级成功，肌肉战车改装版，等级2，最高时速200公里每小时，能力储存2000元，行车消耗100公里消耗100元，车辆性能提升，重量提升，硬度提升，抓地力提升，车主获得属性点10，速度提升了快1倍，加上我有车辆硬体和尖刺 buff， 就算是比之前大10倍的狮群来了，我也敢撞，我十分满意。随后看向了自己的属性点，车主小姚，力量6，速度5，精神5，力量和速度就不用说了，能够有效的提升我的生存能力。精神力的话，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也不能落下太多。面对属性加点的问题，我稍微有些纠结，最终我决定先堆一些力量，毕竟今天在城镇里最吃力的不是清理丧尸，而是搬运物资。只要有绝对的力量，相信我就可以更加轻松的驰骋在这末日世界中。于是最后我选择把力量加到了10点，剩下的点数平分给速度和精神。加完点数后，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，不仅能单手举起成吨重的铁块，速度和反应力也有了不小的提升。整理完毕后，我拿出了自热火锅和几瓶饮料，准备边吃边看看群聊。我这还算不错，白色宝箱给我报了不少食物。群里有没有大佬能不能施舍点食物？我快饿死了。我这边物资充足，妹子要不要和我组队？只要你听话，食物什么的都好说。目前来看，很多人都已经进入过新手小镇了，但是由于装备的差距，每个人获得的物资数量浮动很大。而那些在群里招募美女的人，心思自然都不用猜。但没办法，毕竟现在是弱肉强食的末日世界。各位，我想问问，咱们这里是有军团扫荡吗？哪有军团啊？不是哥们，你不会是被丧尸吓傻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刚刚路过一个小镇，里面的建筑上都有很多弹孔，连
连丧尸都被扫成筛子，这好像是我干的。看来在我走后，还有人经过了那个小镇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还有这种勇士？我没必要骗你们，我只是想感谢一下这位大佬，在你走后还有一些剩余的物资，暂时够我活一段时间。你运气真好啊！我也想有大佬带飞。大佬你看到了吗？可不可以带我一个？我给你当狗。看着这些信息，我心里有些暗爽。不过主动暴露身份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自保。这件事也让我有所思考。如果说探索是有先后顺序的，那么在我之前应该还有一些玩家进度比我快。看来还是要有所提防。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也不怕别人盯上自己。要是真有人敢送上门来，我也不介意让他体验一下肌肉战车和大菠萝的威力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在第一天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聊天群的人数只剩下1.1万人了。显然那4000人没有经过新手城镇的考验。这时群内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有人要交换模块吗？我这里有一个模块。什么模块？说来听听。车内模块是给车改装电路的，使用后可以在车内添加一个家用电器插座。感觉没什么用。是啊，现在吃都吃不饱，上哪给你找电器去？一时间群聊陷入了冷清，但是看到消息的我却不淡定，这正是我现阶段最需要的模块啊。这时也有其他人发了消息，我要换，你需要什么物资？我只换一个东西，就是车外模块。此言一出，原本观望的众人都失去了兴趣。你还是换个要求吧，我用1箱矿泉水跟你换可以吗？我可以用1箱泡面换。抱歉了，我只跟模块交易。看到这，我给卖模块的那个人发去了好友申请。我这有些东西，看看你愿不愿意交换。你最好是能拿出能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，不然没得商量。30个金属币怎么样？仅仅1天的时间就获得了30个金属币。这位名叫小熊软糖的玩家感到有些惊讶，他是因为有前辈提供的信息差，才在第一天侥幸爆出了一个模块。但是30个金属币起码需要击杀几百只丧尸才能获得。眼前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在金属币的诱惑下，交易很快就完成了。拿到电源模块，我直接将其融入到了车里，随后一个大型插座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真不错。这时小熊软糖再次发来了消息，你的车是不是很大？还行，正好够我一个人生存。看来你运气不错嘛，以后有交易记得联系我，我这人最爱做生意了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只需要模块。行，以后有的话我联系你。此刻天色渐暗，简单收拾后我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过来，吃了点早餐后，我发现肌肉战车停在了一个新的地点，这里是个跟新手小镇类似的地方，远处还有几只游荡的丧尸，但很快他们就被我的车声所吸引，纷纷向着肌肉战车的方向冲了过来。见状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开足马力就向丧尸群撞了过去。随着一阵撞击声响起，大批丧尸直接飞出去数百里，而我的肌肉战车却毫发无损。原来是走飞了丧尸群啊，我还以为是减速带呢。有什么事就跟我的保险说去吧。通过窗户确认周边没有威胁后，我心满意足地走下了车，因为刚刚的尸群又爆了几个宝箱，白色宝箱，食品类，可开出任何白色品级以下的食物，附带5个金属币。虽然我目前不缺吃的，但在末世中，食物可是极度稀缺的资源。我将宝箱收入了仓库中，打算先探索一下远处的超市。可我刚进入，就被一只丧尸拦住了去路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掏出大菠萝，因为我突然感觉到丧尸的速度在我的眼中竟变得无比缓慢。我没有选择立马动手，而是不断躲避着他的攻击。熟悉丧尸的攻击方式后，我趁着他动作僵直的瞬间，猛地一脚踹了出去。那丧尸瞬间被掀飞了数十米，最后轰的一声撞在柜子上，再也没了动静。这就是属性点的力量吗？这也太强了！现在这种普通的丧尸我已经可以手拿把掐了。随后我搜刮了一下这间超市，却只收获了几瓶酱油和一些调味料，这物资跟之前相比也太少了。看来区域的危险程度和物资丰富程度是成正比的。这间超市只有1只丧尸，所以相对的物资就比较稀少。离开超市后，我又搜刮了一下小镇的其他区域，不出所料的是，除了一些破损的家具，可以说是一无所获。我将没用的废料一一吸收，为肌肉战车的下次升级做准备。回到战车的我准备开启刚刚爆出的食物宝箱，面包白色，松软可口，能有效的保护冲击。5仁月饼白色，传统糕点，口味香甜，绵软带酥。鲱鱼罐头灰色，据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品尝。好家伙，连鲱鱼罐头都有，反正我是不敢吃。接下来的2天我好好休息了一下，在这期间，群人数也骤降到了1万以下，甚至有很多人因为缺乏食物，开始在群里各种乞讨。谁能给我点吃的？求求你了，我以后一定100倍还给你。你还是别做梦了，现在人人自危，哪有多余的物资分给陌生人？就在众人纷纷选择放弃时，突然有人提议道，我觉得可以用金属币来买食物。金属币是末世为数不多的硬通货，在开启新手宝箱时，每人都会获得10金属币的奖励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发言补充，各位，我这边可以出售一些普通食物，价格就定为2枚金属币每份。什么？2枚就卖？那我能买5份，我也要，给我来10份。一时间很多人都来找我交易，这次我足足卖出了100瓶矿泉水和一堆方便面和面包才停了下来，一共收获了330枚金属币，其中也有不少装可怜想白嫖物资的，都被我一一拉黑了。我可不做末日圣母，这下升级车辆的金属币就收集的绰绰有余了，多余的金属币还可以用来修复车辆的耐久度。车辆继续行驶在公路上，可前方不远处一片黑压压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靠近才发现，这是一只小规模的变异羊群，每一只变异羊的体型都相当壮硕，全区的毛发呈灰褐色，头顶的羊角闪烁着金属光芒。竹钢角羊等级，游荡在荒原上的变异生物，具有角质硬化，拥有堪比钢铁的硬度，撞击是它们主要的攻击手段，具有群居特性。变异羊群的中央有一只领头的巨羊，眼睛猩红无比，浑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。首领角羊等级2，变异羊群的头领拥有震颤踢腿，能够感知周围实体生命的踪迹。好家伙，还有变异生物，来得正好，看看是你们的脚印还是我的车头印。我驾驶着肌肉战车就向着羊群冲去，期间我只是感觉车身震了几下，而被我撞到的变异羊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倒头就在公路上睡了过去，有几只的羊角当场被摔得粉碎。叮，恭喜击杀变异羊，获得
得白色宝箱奖励，血肉类又出货了。听名字能开出肉类来，最近水果零食都吃腻了，来点新鲜肉换换胃口也不错。于是我继续提升车速，不一会儿，无数变异羊就纷纷沦为了我的减速带，只剩下一只孤单的领头羊。他见到小弟伤亡惨重，顿时变得愤怒无比，在发出一声凶狠的嚎叫后，猛地一跃用羊蹄狠狠地拍在我的车头上。但令他震惊的是，受击的车身没有出现什么损伤，反而是他的羊蹄被我车头的尖刺深深刺伤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注意到了这一幕。你当我白升级了？车辆硬体和尖刺 buff 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刚刚的变异羊群足足给我爆了6个白色宝箱，这最后一只羊王，我自然是眼馋得很，不知道会出什么货呢？会不会来一个蓝色宝箱？带着好奇，我直接开启彻底疯狂模式，驾驶着肌肉战车对着羊王就是一顿狂轰乱撞。没过多久，羊王就因体力不支而倒下。叮，恭喜击杀首领角羊，获得蓝色宝箱，内含变异羊专属模块。蓝色宝箱还是带模块的那种。谁说这变异羊老啊？这变异羊可太棒了，简直是送温暖的。在开启了自动驾驶之后，我先用一些金属币修复了车辆耐久，随后就开始开启了宝箱。羊排2根，白色，经过进化后的变异生物血肉，可以食用，能够轻微改善人体素质，提升力量和速度。羊肉丸，白色，营养丰富，鲜嫩可口，是饱腹的不二之选。鱼肉，白色，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腐肉，灰色，正宗的变异肉，食用后有80%概率获得30秒的饥饿效果。之前在超市搜刮的时候都没有找到什么肉类，如今看来只能通过开宝箱获取了，暂时先好好保存着吧。最后我开启了那个蓝色宝箱，羊绒模块，白色，可在车内自动生成大量毛绒，能够抵御严寒等极端天气。我有些心动，但白色品质还是太低了。不过这一次我发现自己很黑，一共10次刷新，直到保底才出现蓝色品质的模块。震战感应器，蓝色，能够生成汽车周围活动生物的感应图像，有效范围1000米，这个还不错。视野对于末世生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在黑夜这种能见度低的时候，有感应装置就能够提前感知敌人的行踪，从而掌握先手主动权。将模块融入到车内后，系统传来了提示：叮，前方到达新地点山野军工厂，地点难度灾难级别，请慎入。物资丰富程度5颗星。这是一间存放于山野的器械基地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，内部可能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危险。5颗星的物资程度，我瞬间兴奋起来。正好大菠萝的子弹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说不定可以在军工厂补充一下。至于灾难级别的难度，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但我丝毫没有退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军工厂我是非去不可了。这时我看向刚刚设置的生物感应器，上面显示在军工厂的某一处集中了大量的红点，密密麻麻的数不清。这明显是丧尸的聚集地，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距离丧尸聚集地几十米开外，竟有2个红点纹丝不动的待在原地。难道这不是丧尸？而与此同时，军工厂内2辆私家车停在其中。老大，咱们怎么办？这都1天了，还没等到新的幸存者啊！别急，这个军工厂很危险，得找到其他幸存者，用它当做诱饵来吸引里面的怪物。突然，他们的耳边传来了一阵汽车的轰鸣声，来人了，快躲起来！陷阱布置好了吗？放心，老大，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掏家伙，别让他跑了！这人开的是什么品级的车啊？怎么感觉动静这么大？搞不好是个大型车。要是能抢个紫色品级的车，那就发达了。但随着车声越来越近，2人就愈发觉得不对劲。听这动静，外边不会是开了台坦克过来吧？地板都要被他震塌了。就在2人错愕之际，我已经驾驶着肌肉战车来到了门前。见到战车的一瞬间，2人都被完全惊呆了。金色肌肉战车还已经升到了2级，我们的陷阱能拦得住这个怪物吗？而下一秒，他们就发现自己布置好的钢钉被我的战车一一碾平，甚至没有伤到轮胎分毫。注意到自己被陷阱埋伏，我也十分的不爽，可别让我逮到了，不然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。我转头看了看感应器上红点的位置，随后冷笑一声，驾驶着卡车就向着前方的掩体撞去。老大，大事不好了，他发现我们了！没等2人反应过来，他们躲藏的掩体就当场破裂，只剩下2道狼狈不堪的身影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我在2人惊愕的目光中走下了战车，可见到我的模样后，本想跪下求饶的2人却换了副嘴脸，原来只是个毛头小子，竟然敢下车。为首的大哥看向我的金色战车，内心更是激动不已。这金色车可是中烟世界战力顶点的存在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抢到手。随即他和小弟手持武器就向我走来，而我也没有和他们废话，反手就掏出了大菠萝。见到我手里的真理后，2人彻底傻了眼，连手里的武器都握不稳，哐当一声掉落在了地上。不光是金色车辆，还带有金色武器。误会啊，大哥，这都是误会，别开枪，都是自己人，这就怂了。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我不打算手下留情，因为如果换个萌新来，还不知道要被折磨成什么样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的话我就动手了。见2人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我手起刀落就送其中一个去见了上帝。大哥，我说你先别动手，跟我猜想的差不多，他们不是想打劫，就是想找个替死鬼来吸引怪物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家伙竟然说出了一个军工厂的惊天大秘密。灾难地点是指难度极高的危险区域，就比如在这个军工厂里就存在着一只2级地龙装甲蜈蚣，普通玩家遇到的话必死无疑。你为什么知道里面的信息？难道你提前做过攻略？在中烟世界中，有些地点是不变的，而有些地点会不断刷新，就比如这个山野军工厂就一直存在并且刷新，曾经有人进入过，所以有信息流出。了解完情况后，我送他去陪了兄弟，随后打量起了这个军工厂。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大院，但其中只有几个零星的小建筑，真正的内部被包裹在山体之中。远处有一个洞口，内部阴暗无比，虽然看不清东西，但是能够听到里面时不时传来的敲打大门的声音。看来里面的丧尸已经注意到外边的动静，接下来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一点才行。我动身回到
到卡车内，仔细看了看感应器，根据红点的密集程度，粗略估计里面至少有300只以上的丧尸。现在我的 M249 还剩差不多600发弹药，省着点用清理丧尸是没问题，但是剩下那只装甲蜈蚣可就不行了。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用战车来清理丧尸，然后再想办法深入洞穴。想到这，我把目光锁定在了旁边的车辆上，那些是刚刚解决掉的敌人的驾驶工具，差点忘记舔包了。这下可以找一辆合适的车辆来当副车了。最终我选择了一辆蓝色的废土改装摩托车来当自己的副车。普通的轿车和战车的功能都重叠了，没什么意义。反观摩托车较小的车型可以穿梭在一些狭小的地形中。叮，副车绑定成功，车辆储存功能开启，车主可以将主车或副车存放在存储空间之中，随时可以存放。处于存储空间中的车辆也会自动吸收中烟辐射作为能量源。我看向副车的属性，废土改装摩托车等级2，共享功能，副车可以共享主车的模块、能量源和等级增幅，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，副车可更换，冷却时间7天。好家伙，副车还能共享主车的功能，这样一来就不用专门为了副车准备各种材料。随后我来到洞穴门口，顺手还把洞穴门也吸收了。叮，获得金属8吨，橡胶2吨。随后我进入肌肉战车，对准前方的丧尸就是一顿狂轰乱撞。仅仅是几秒钟的功夫，洞穴中就躺满了熟睡的丧尸，各类的宝箱也不断掉落。这应该是我遇到过最大的一波尸潮了，获得的宝箱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，足足有50多个白色宝箱，并且类型各异，有全随机的、武器类的、食物类的、模块类的，应有尽有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感应器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点，而且就在自己的正前方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巨大的撞击力就从车头传来，即便有肌肉战车的硬度保护，这强烈的震动也让我退后了几步。叮，恭喜击杀地龙装甲蜈蚣，获得蓝色宝箱模块类。我一头雾水，这就结束了？这 boss 这么不堪一击吗？虽然 boss 被我轻松解决了，但也给我的车造成了不小的损伤，足足花费了我60个金属币才修复完成。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小钱。在肌肉战车修复的时间里，我准备骑着刚刚收获的副车巡视一下周围。见到刚刚那个蜈蚣的尸体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身长5米的蜈蚣身上密密麻麻长着几十处触角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看这样子攻击力恐怕是比之前的首领角蓝更高一些，只不过血量就没有他那么高罢了。随后我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，经过一个转角处，眼前的场景瞬间让我傻眼了。这不是武器库吗？不愧是军工厂啊，竟然有这么多枪械。我甚至还在其中看到了2个意大利炮，其余各种武器更是应有尽有。然而当我准备将这些都收入仓库时，却显示武器全部都属于破损状态，无法收入，这也太可惜了。就在这时，道路尽头一道紫色的光芒吸引了我的注意，等我靠近才发现，其中是一个祭坛模样的地方，正中央还摆放着一个紫色宝箱，居然是紫色宝箱。没想到军工厂里还有这等惊喜，我下意识的想要把它收入囊中，却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固定宝箱模块类，固定宝箱为紫色品级以上的稀缺宝箱，存在于中烟世界的不同角落。注：因阵法没有解封，暂时无法拾取。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阵法是什么东西？我刚刚已经击败了这里的 BOSS， 难道还有其他的解封条件？我回到摩托车上，准备找一下场外援助，问一下之前卖我模块的那个人，有空吗？我想找你打听点事情。你听说过固定宝箱吗？这个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得拿2斤食物来换消息。没问题，我在山野军工厂遇到了一个固定宝箱，但是他说阵法没有解除，无法领取。竟然是灾难难度的山野军工厂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里面十分危险，据说镇守着地龙装甲蜈蚣，而且是2只，一公一母。闻言我瞬间汗毛倒立，居然有2只 BOSS， 我刚刚才解决掉1只，也就是说，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耳边却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，随即整个洞穴都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底钻出。我脸色一变，连忙低头看向感应器，只见一个巨大的红点正向我疾驰而来。见状，我连忙骑上摩托车逃命。在我离开的几秒后，整个祭坛就剧烈的震动起来，紧接着一头巨大的蜈蚣就从地底钻了出来，体型相比于我之前击杀的那一只还要大上不少。而现在最要命的是，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我爬行而来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。该死，这家伙不仅体型惊人，连速度也如此可怕。眼见蜈蚣即将追上自己，我不得不进行一次大胆的冒险。我先是刹车减缓了速度，随后猛地向侧面一跃，从车身上跳了下来。多亏了之前点的力量属性，不然这下可得摔得不轻。这时我才彻底看清这只蜈蚣的模样，地龙装甲蜈蚣等级2，藏在地底的变异生物，以金属为食，拥有坚硬无比的外壳和爬行速度极快的锋利足爪，攻击方式是喷射腐蚀液体。这时我的身上传来一阵剧痛，哪怕是远超于常人的身体素质，也在刚刚的冒险中受到了不小的损伤。但现在没空思考这些了，如何击败蜈蚣活下去才是关键。肌肉战车在这种狭窄的空间内很难发挥作用，看来只能动用我的大菠萝了。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了蜈蚣震耳欲聋的吼叫声，随后只见它愤怒地向我扑来，而我也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，大量子弹在一瞬间倾泻而出，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响起，不少子弹竟纷纷被反弹开来，但还是有部分击穿了它的外壳。在蜈蚣受击僵直的瞬间，我快速向摩托车靠近，企图逃离。可就在这时，蜈蚣正好从摩托车下方钻了出来，该死，竟然还知道阻止我上车！一时间我陷入了无比危险的境地。尽管目前我能够通过强大的火力来压制蜈蚣的进攻，但最要命的是，我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眼下我必须马上找出自救的方法。突然我注意到了什么，蜈蚣虽然通体坚硬无比，但是头部触角的2边有一处致命的弱点，眼睛。外壳防御强，但眼睛就不一定了吧？我调整呼吸，把一切都交给了这最后一所。随着象征着命运的子弹飞出，我的耳边传来了一阵击穿血肉的响声。只见蜈蚣痛苦不已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倒地不起。成功了！果然在强大的怪物也是有弱点的。我没有大意，而是对着伤口处继续补枪。没过多久，这只庞然大物就咽了气。叮，恭喜击杀地龙装甲蜈蚣，获得蓝色宝箱模块类。闻言我总算松
松了一口气。而远处的祭坛在这时传来了一阵机械音，阵法已成功解除，紫色宝箱可开启。收下宝箱后，我准备休息片刻。而这时小熊软糖给我发来了消息：还活着吗？你可真会聊天，主角怎么会这么轻易嘎掉呢？真有你的，那装甲蜈蚣没伤到你吗？没，当时你说有危险，我第一时间就跑掉了。听我的准没错，我听说上次有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队都交代在里面了。骗你的，其实我根本没跑掉，而是硬着头皮莽过去的。对了，那军工厂里的武器怎么都是破损的？可以修理吗？可以修理。军工厂里的丧尸掉落的宝箱有概率开出维修器，原来可以用维修器修理啊！我二话不说就把刚刚掉落的几十个白色宝箱统统开启，最终开出了17个维修器。我回到武器库开始挑选，首先消耗了3个维修器，修复了几箱大菠萝的弹药，随后又修复了一把 AK47，顺便还备了1000发子弹。这时我的余光瞟到了一个发射器样式的武器，走近一看才发现是 RPG 火箭筒，可发射炮弹，威力巨大，有效射程1000米，弹片有效杀伤力300米。好家伙，连这玩意都有啊！我毫不犹豫就花费所有维修器对其进行修理，还准备了9发备弹。至此我的维修器也正好全部用完。临走前我将武器库废弃的道具一一吸收，收获了大量的金属和玻璃等材料，顺便还把武器库的空调占为己有。回到肌肉战车上后，我启动了车辆的自动驾驶，随后准备开启刚刚收获的2个蓝色模块宝箱和紫色宝箱。切割锯齿，蓝色，可在车头和底盘下生成2条链锯，坚硬无比，可自动旋转切割。如今我的肌肉战车虽然能够肘飞大部分的丧尸，但是拿那种体型小的怪物没有办法，因为根本撞不到。有了这个模块，就能够解决肌肉战车的短板了。随后我继续开启另一个蓝色宝箱，酸性毒液，蓝色，可在车身上生成地龙装甲蜈蚣的前腿，生物触碰时生成大量硫酸毒液，这个还不错，在面对狮群的时候，毒液也能够造成一定量的临危伤害。最后我打开了那个心心念念的紫色宝箱，车顶轻机枪，蓝色，激活车顶的轻机枪，每发子弹消耗1能量元。之前总有观众问为什么不用车顶的机枪，其实不是我不用，是因为并没有激活。虽然有点眼馋，但是蓝色模块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，我选择了继续刷新。钢甲，蓝色，防御模块，为全车增加1公分厚度的钢铁膜。喷射器，蓝色，速度模块，为车辆提供25%的额外移速，并且免疫所有减速效果。我自然是看不上蓝色模块，选择了保底紫的刷新。金属重炮，紫色，吸收金属力量，净化车顶的机枪为重炮，炮弹的威力与车辆的金属量有关。这次的保底也太给力了，有了这门重炮后，我的战车除了冲撞外，也是可以进行远程攻击了。这时系统传来提示，新手保护期已结束，3日后中烟世界会出现极端天气，赤道炼狱，持续时间为3日。赤道炼狱听起来就很热，也不知道我刚顺来的空调扛不扛得住。不过我的情况应该也比大多数人强了，目前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之后的2天，我几乎是遇到小镇就搜刮，遇到丧尸就扫射，期间还将尖刺模块升到了2级，肌肉战车提升到了3级。在和小熊软糖熟络后，我加入了一个精英小团体，方便日常信息的交流与合作。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里面居然有一个骑着自行车存活到现在的，不得不说是真厉害啊！很快就到了赤道炼狱降临的日子，叮，极端天气赤道炼狱已出现，白天温度最低60度，夜间温度最低20度，请玩家做好隔热措施。赤道炼狱持续期间，随机刷新1到3级赤炎兽，危险系数灾难。此外，中烟世界各地资源量提升，并且会刷新遗迹，内含丰富物资，但同时危险无比。这时我注意到窗外的阳光变得刺眼无比，公路上还到处升腾着滚滚热浪，聊天群里更是炸开了锅，热死我了！躲在树荫下我都快被烤熟了，太晒了。我已经喝了3瓶水了，可还是觉得渴得不行。有没有大佬有空调的？可否让小弟借宿几天？见状我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得亏上次从武器库顺了台空调回来，配合上冰箱里的冷水，温度方面是没有问题了。在此期间我还卖了一些冰水给精英团体里的玩家们，收获了200个金属币。车辆在行驶了将近2个小时后，终于到达了一个全新的区域，在地图上显示名为炼狱小镇。终于找到个像样的小镇了，说不定里面有什么惊喜呢。我看向生物感应器，发现小镇里的红点也不少，这说明里面的资源量也不会太差。我继续开着肌肉战车准备先巡视一下地形，没想到这时一股炙热的气息从我的车头传来，我顺着方向看去，只见几只狰狞的人形怪物挡在了前方不远处。赤炎兽等级，存在于赤道炼狱期间的特殊变异生物，具有较高的防御力，体表温度在70度以上，近距离接触会使人烧伤。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，正好试试我刚修好的 AK 的威力。我二话不说打开车窗就给他们来了几梭子，顷刻间几只赤炎兽就灰飞烟灭。正当我放松警惕时，却感觉车身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，并且耳边还传来了类似于地震的响声。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，连忙往远处看去，只见前方再次聚集了几只赤炎兽，而且中央还有一只巨大的不明生物。赤炎兽等级2，赤炎种族的小首领，体表温度在90以上，一靠近就会被融化。没等我做出反应，只见兽王一声怒吼，众多赤炎兽纷纷向战车袭来。我正愁没东西让我试试3级战车冲撞的威力，我反手就加速冲了过去。顷刻间，这群赤炎兽就去了异世界。这次又收获了5个白色宝箱。解决完眼前的威胁后，我准备试试刚获得的金属重炮的伤害。于是我操控炮筒瞄准了远处的建筑，发出开炮指令后，车内显示屏上出现了几条提示：充能30%。充能完毕的一瞬间，一团黑色能量物质从
炮口喷射而出，威力大到连车内的我都打了个踉跄。下一秒，只听到耳边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远处的建筑瞬间夷为了平地，周边的环境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不愧是紫色模块，伤害这么给力。随后我看向自己的属性点，之前把肌肉战车升到3级时，又赠送了我10个属性点，我把力量点到了16，剩下的评分给了速度和精神。顿时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，不需要武器也能和1级的变异生物扳扳手腕。速度更是来到了100米9秒57，好家伙，这100米水平恐怕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。随后我开启了赤炎兽掉落的白色宝箱，隔热水杯白色，30%的隔热效果，炎热夏日的不二之选。热能水壶白色，吸收太阳能作为能源，加热速度提升30%。逆能打火机灰色，加热效果增幅25%，最高温度可达300度。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样，能开出跟火和热有关的道具，只不过这些我都用不上。我继续刷新，隔热模块白色，为车身镀上一层隔热材料，能够降低10%的车内温度。终于出模块了，在吃到炼狱的环境下，这个还是挺有用的。隔热皮衣白色，赤炎兽皮毛制成的衣物，能够隔绝70%的室外温度，这个好，我正愁没法下车探索了，这下就不用担心被热晕了。这时车头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吼声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乖乖变成我的宝箱吧。而此刻远处兽群的中央，正有3辆车被困在其中，即使想要脱身，也因赤炎兽数量太多而无可奈何。这兽群也太厉害了，我的车已经要被撞坏了，我的车损坏也很严重，难道真的要栽在这里了吗？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只见公路尽头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。就在刚刚，我注意到远处有3辆车被困在赤炎兽堆中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我选择穿上隔热衣，骑着摩托车来支援。远处的朋友，这里有3级的炎魔，如果你能帮我们吸引点怪物注意力的话，不胜感激。闻言，我不仅没有减速，反而变得更加兴奋。3级的赤炎兽会不会掉落更高等级的宝箱？在我愣神之际，兽群们也注意到了我的靠近，纷纷向我袭来。我丝毫不慌，打开车辆的自动驾驶后，左手掏出大菠萝，右手握住 AK48，开启了疯狂的扫射。顷刻间，大批赤炎兽就纷纷陷入了优质的睡眠。什么？这个人居然有枪，一个人打出了1个连的火力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解决掉成群的低级赤炎兽后，我终于看清了这只3级炎魔的模样，形如猛虎，全身包裹在熔岩铠甲之中，攻击附带呼啸热风，被击中的单位会被施加30秒灼烧效果。在场的众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要知道普通人被炎魔摸到一下就是必死的结局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因为我收起双枪，反手掏出了一个黑乎乎的炮管。什么？这不会是 RPG 吧？大家快躲开，别被误伤了。下一秒，炮弹就倾泻而出，只见大片的火光从炎魔身上炸开，堂堂一个3级变异兽当场就领了盒饭。恭喜击杀炎魔，获得蓝色宝箱专属。终于出蓝色宝箱了，白色宝箱都开腻了。清理完周围的威胁后，刚刚被我解救的几人过来道谢，谢谢您帮我们解围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恐怕躲不过这一劫。敢问大侠贵姓？叫我小姚就行，不用谢。顺手的事，正好路过这边，没什么能帮到您的。我们之前路过一个钢铁厂，但是听说那里是灾难难度的地点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把坐标分享给你。行，那你发给我吧，作为回报也给你们几个坐标。那边的小镇丧尸都被我清理完了，还有一些基础物资，你们要是缺的话，可以去搜一些。别过3人小队后，我回到了肌肉战车上，又到了最喜欢的开箱环节。赤炎兽肉制品白色，食用后可永久增加微弱的火焰抗性，这个还不错，就喜欢永久的效果。岩甲模块白色，给车身镀上岩石甲胄，提供10%防御力，同时提升20%火焰抗性。虽然是白色模块，但这属性是真豪华啊。随后我开启炎魔掉落的蓝色宝箱，火焰喷射模块蓝色，消耗能量进行火力推动，提升50%车速。如今我的肌肉战车杀伤力和防御什么的都是顶尖水平，提升些许速度也不错。就在我准备休息时，却发现之前加入的精英小团体里，自行车小刘发出了一个坐标点，有人能帮忙吗？我被困在炼狱遗迹，听说里面有资品车辆，还能进行职业进阶。炼狱遗迹终于出现了，听系统描述里面资源十分丰富，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出发。等我来到坐标点时，发现已经有2道熟悉的身影站在入口前了，原来是精英群里的大圣和货车司机王哥。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，介绍起自身的情况。大圣虽然没有开出金色筋斗云，但也有一辆紫色的铲车，而且已经升到了3级，经历过9981难后，也有十分充足的战斗经验，关键时刻还能用72变脱身。王哥的大运虽然只是蓝色品质，但在国道上的战斗力堪比金色车辆，实力同样不容小觑。我询问起洞内的情况，洞内有2种资源，分别是赤炎兽和遗迹传承，前者就是怪物，后者就是自行车小刘被困的地方。遗迹传承里面都有些什么？有大量的资源，其中最主要的是汽车模块，如果通过的考核够多，还能获得紫色宝箱。此外，最重要的还是职业凭证，还有职业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车辆升到5级之后，玩家就可以选择职业，一共有5种职业，分别是战士、精神念师、机械师、医师和刺杀者，还有一些神秘的特殊职业，每个职业都有对应的特殊能力。随着中烟世界逐渐升级，怪物也会变得更强，到时候普通的武器枪械就会被淘汰，幸存者就要通过转职来提升自保能力。大圣，那特殊职业又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极小概率刷新的强大职业，比普通职业要强上几十倍。要是能获得特殊职业，估计我就不会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了。随后大圣变成知了去洞内探查了一下情况，回来后给我们讲解起来。洞内有2家势力，分别是共生盟和兽神殿，他们的首领不仅拥有资品车，等级也在3级以上，是很大的威胁。只要进入山洞，无论是人还是赤炎兽，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不过我已经通知过困在里面的自行车小刘，等到赤炎兽被全部消灭的那一刻，他就会第一时间启动职业传承，届时我们会获得一段时间的无敌效果。我们要靠这个时间来突围。商量好作战计划后，我们一起进入了洞穴，里面已经密密麻麻停满了各种车辆，有不少人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。
我们三人一出现，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。这不是紫色铲车吗？这又是哪个组织的大佬？这可是和我们首领同等级的车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可随后我的举动让山洞里的所有人都懵逼了。只见我从摩托车上下来，随后召唤出冰箱，从里面取出几瓶冰水，开始喝。什么？这个人居然有冰箱？我连水都喝不上，这人已经用上冰箱了。这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。在赤道炼狱如此高温的极端天气里，我手中冰箱对他人的诱惑被无限放大。就在这时，2辆蓝色车辆堵住了我们的去路。站住！你们可以进去，但是过路费是留下这台冰箱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大运王哥却坐不住了。你说让我逼他疯吗？只见王哥一脚油门就撞了过去。拦路的2人根本想不到对方一句话不说就出手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，但嘴炮明显对大运王哥无效。只听见砰砰2声，拦路的车辆已经变成了王哥的减速带。同样是蓝色车辆，王哥的大运却只是车头微微变形。小伙子，我就拐个弯，你们怎么站我轮胎上了？大城市的减速带就是软啊！见状，围观的众人都惊呆了。这大运是融合了多少模块啊？这么猛！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而就在我走下车的那一刻，所有人只感觉脑袋一震。只见我的手上拿着一把金色 AK47，谁要是接下来继续惹事，就不只是撞大运那么简单了。不仅有冰箱，还有 AK， 这还怎么玩？还好我没动手，不然连大运轮胎上的就是我了。见众人都自觉的让道，我也就收回了武器。小姚，你这武器也太给力了！这下无论是猎杀赤炎兽，还是接下来的营救，都会顺利很多。哎呀，这点小事让我的大运来就行了，把枪拿出来怕是太过张扬。放心，这都是小东西。这下换大圣和王哥懵逼了。主播，你的 AK 确实很强，但还是太吃压枪了。有没有更加简单强势的武器推荐一下？有的兄弟，有的。像 AK 这么强的武器，我还有一大堆。好家伙，看来小姚得了 MVP， 我们就乖乖当躺赢狗好了。接下来的行程很顺利，很快我们就到达了洞穴的深处，里面集中了许多赤炎兽。最远处有一道门，像是在守护着什么，那里面一定就是自行车小刘说的传承地点了。别过视线，门口的左侧是一个类似人类营地的地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紫色光芒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废墟战火摩托，紫色，时速300公里每小时，周围有威胁时速度提升100%，驾驶时周身环绕紫色虚空火焰，靠近的生物会受到持续的灼烧伤害，降低引擎轰鸣声90%的噪音。好家伙，这紫色摩托属性也太豪华了。随后我看向摩托车的主人，那是一名西装大汉，一身的腱子肉一看就不好惹。而我们的进入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大圣的紫品车就不用说了，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眼红，但他们也惹不起。但我一个开着蓝品摩托的人，却驮着个冰箱，属实让不少人起了邪念。虽然山洞里的温度要比外边低一些，但是这样一个密闭空间却聚集了几百号人，导致现在山洞就像一个蒸拿房一样，里面众多的赤炎兽如同一个个火炉，让洞内的温度升到了接近50度。很多人哪怕是坐在车内，都热得满头大汗，更别说那些正在跟赤炎兽打斗的。就在这时，又有几辆车疾驰过来，二话不说就要动手。是末日3虎，他们都是3级车辆，而且刚刚合伙猎杀了一头3级炎魔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要是能把冰箱抢下来，兄弟们就有福了。一时间，营地内所有人都看向了我们的方向，等着我们乖乖把冰箱拱手让人。见状，末日3虎变得更加放肆，正愁热的难受呢，没想到居然有人把冰箱送上门来，乖乖把冰箱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闻言，山洞内不少人拍手叫好，甚至有人提前开启了香槟。而王哥却是一脸不屑，看来你们是真没见识过社会的险恶。他很自信，因为有小姚的火力在，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威胁。而我也没有跟他们废话，骑着摩托车径直来到了末日3虎的车前，随后掏出了 AK48准备开始扫射。此刻末日3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转移到了我的脸上，下一秒枪林弹雨就向他们袭来。虽然我的射击水平不高，但好在身体素质强大，压住大菠萝都不在话下，更别说一把 AK 了。只听见砰砰几声，无数子弹就命中了他们的车身，挡风玻璃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击穿。这下换末日3虎懵逼了，谁给我谎报军情了？不是说只是几个毛头小子吗？在场部落的首领也就只有冲锋枪，这家伙哪来的步枪？而我并没有留手的意思。没过多久，几声巨响就回响在了洞穴中，末日3虎完成了和阎王的10世纪会面。社交的手啊！此刻营地里，许多人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。他们本以为最多是紫品车辆有点危险，没想到居然还有步枪。吸收完车辆的残骸后，我们驶入了营地。期间，我也打量着在场的众人。我并不害怕这些人正面袭击，唯一要提防的就是他们开枪。一旦有危险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召唤出肌肉战车掀桌子。好在在场的人都已经被我们的实力镇住，不少人主动开车让出了位置。进入营地后，2大组织的首领旗下和带土前来迎接，欢迎3位。营地有规矩，无论是组织还是散人，在赤炎兽杀完之前都要保持和平。那刚才我们被威胁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出门阻止？刚刚的事不怪你们，是末日3虎他们自己找事。何况你们不是没受到什么损失吗？谁说没损失？我损失了2/1000的弹药，只剩1万多发了。你们要不要给我报销一下？兄弟，你倒是幽默，有兴趣加入我们兽神殿吗？我们给你最高级待遇，我们共生盟也一样。可下一秒，我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懵逼了。只见我拍了拍大圣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老大，这2人还不错，你的 RPG 和大炮就别拿出来。”闻言，首领们心头一震。现阶段想开出这种等级的热武器，只能通过紫品宝箱。而据他们所知，想开到紫品宝箱，必须通过灾难难度的副本。这究竟是真实实力，还是在虚张声势？然而听到我的发言，大运王哥也是心中一惊，想起了我之前说的话，有的兄弟，有的像 AK 这么强的武器，我
还有一大堆。好家伙，小姚这家伙不会是真有 RPG 吧？最终我们拒绝了组织的邀请，踏上了消灭赤炎兽的道路。一路上无数人正在与赤炎兽搏斗，战况也是十分惨烈，不少人在绝望下选择让车自爆和赤炎兽同归于尽。而我们刚一进入，就被2只赤炎兽拦住了去路。大圣很自信，他的紫品铲车安装了一个电流模块，3下5除2就解决掉了路障。而大运王哥就更不用说了，搏到大运的实力，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我选择先行一步寻找起了3级炎魔，不多时就发现了一只。上次我是用 RPG 解决的，这次我打算用 AK 试试水。随着枪口的火焰喷射，一发发子弹击中了炎魔的头部，只是眨眼的功夫，炎魔就被炼化成了蓝色宝箱。看来这些 BOSS 共同的弱点都在头部，就跟我之前遇到的地龙装甲蜈蚣一样。目睹这一幕的众人不禁发出感慨，这货玩的不会是破解版吧？人与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666，这个入室柜狠狠举办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一只3级炎魔与我们3人相遇。我想要故技重施，击中要害来重创他，不曾想这只炎魔的身形竟不断躲闪，根本瞄准不了他的要害。小姚小心，3级以上的变异生物具有一定的智商和思考能力，他们会根据你的打法生成对应的应对策略。而就在这时，炎魔朝着我的方向猛扑而来。见状，大圣连忙疾驰上前，启动了电流的最大功率。一瞬间，那只炎魔就因过载反应而僵直在原地。反应过来的我连忙朝着要害主的枪，才成功击败了这只炎魔。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合力击杀了许多赤炎兽，也平分了许多宝箱。这时被困的自行车小王终于坐不住了，你们进来了吗？我刚刚听到外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我这条小命还得靠你们来拯救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刚刚就是你的义父们开的枪呢？卧槽，我就知道我的义父们是无敌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等到第2天清晨的时候，赤炎兽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，而大圣通过72变也带回来不少情报，咱们得小心了。刚刚洞穴又进来不少人，看样子全是2大组织的，总共加起来有上百人了。旗下和带土作为首领，说不定紫品车辆都升到4级了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大圣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不慌，自行车小王跟我说，里面的阵法已经有变化，等到法阵彻底开启的那一刻，他就会启动职业传承，到时候我们就用无敌效果突围。为了引起组织人员的注意，我故意装作子弹耗尽的样子，被赤炎兽追着慌忙逃窜。不多时，他们果然上当了，子弹终于用完了吧？中烟世界最强大的终究是车辆，没有了步枪，你的蓝品车辆就是飞舞一个。随后他立即开始发难，门口已经封死了。进入职业传承的4枚令牌，我们2大组织只找到3枚，剩下的1枚我们必须找到，否则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还有那个驮着冰箱的小子，我要你冰箱里的所有库存。带土毫不犹豫掏出喷子就对准了我，还带着几名黑衣男子步步紧逼。就在局面陷入僵局之时，我注意到大运王哥偷偷给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见状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随即掏出了隐藏已久的 RPG， 对着带土就扣动了扳机。紧接着我的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玩家小姚已获得职业传承资格，即刻赋予保护效果。保护期间，玩家不可主动发起攻击，否则保护失效。另一边的带土也没想到我这么勇，被散弹枪指着还敢还手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我真的有 RPG， 而且已经扣动了扳机。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他身后的几个黑衣人顷刻被炼化成了一缕青烟，只有带土凭借神威空间勉强躲过一劫。好家伙，这 RPG 威力堪比6道仙术的求道玉啊！得亏反应快，不然你们就只能见到绘图转生的我。见到这一幕的众人都慌了，组织的小弟们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对着我们疯狂射击。然而我们3人却是丝毫不慌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旗下见状感觉已经胜券在握，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惊恐与慌张。只见受到冲锋枪扫射的我们身上居然没有出现任何伤口，我没看错吧？他们好像根本没掉血。不是哥们，开创造了啊，演都不演了。不对劲，这应该是一技保护，可是他们是怎么获得的？旁观的人群众说纷纭，各种猜想层出不穷，而我只是笑着指了指传承地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第4名队友，自行车小王。我话音刚落，只见门后出现一个身影，骑着自行车缓缓出现。义父们，我已经搞定了，接下来怎么收拾这些鳖老仔？看到这一幕的旗下简直要气炸了，他本以为自己运筹帷幄，是必胜的一方，没想到有人已经站在了大气层，怪不得最后1枚令牌怎么都找不到，原来是被这小子带进去了。失策，失策啊！该死，给我动手！一时间现场变得混乱无比，有的人直接被刺队友，更有甚者直接选择了自保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传承结束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带土和旗下在小弟的护送下离开了现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放他们一马也无所谓，我的肌肉战车都还没出手呢，咱们也行动起来。系统说不让我们主动攻击，没说不让我们吸收材料。年轻就是好啊，倒头就睡，那你的车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我说你自爆能不能瞄准点啊？你这没炸到别人，光把自己送走了，你不会是玉面手雷王吧？事已至此，你的车我就收下了。有没有人能救救我？以后我给你当牛当马都行。对此我则是无视了，我不会为了你们而放弃保护机制的。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这时系统提示音传来，叮，传承令牌已聚集完毕，请玩家尽快进入传承地，传承空间将在半小时后开启。在自行车小王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传承地，还见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。你们太卑鄙了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不过进入传承后，每个人都处于保护状态，那就等传承结束，我们再一较高下。随后我召唤出冰箱，平分了一些物资给我的队友们。我根本不担心物资耗尽的问题，因为我的车在冰箱里还有一大堆储备粮呢。这时系统
统的声音再次传来，职业传承即将开始，请玩家们做好准备。话音刚落，下一刻我就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天空万里无云，一片晴朗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公路，炽热的气息瞬间席卷了我的面庞，温度起码在60度以上。这里和赤道炼狱的区别不是很大，只是地形有少许不同。随后我召唤出肌肉战车，准备先规避高温。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，第一层考验速度考核，请在30分钟内抵达100公里之外的地点，期间的能量源消耗和损耗都会在到达终点后返还。而此刻另一边的带土自信满满，他这车的时速一级就有150公里每小时，经过等级和模块的提升，时速已经到达了夸张的400公里每小时。最倒霉的实属自行车小王了，我准备了这么久，你跟我说完这个？他的白色自行车虽然极限能达到200公里每小时，但是中间的苦你是一点也不提啊，这得是一直站起来蹬才能达到的速度，车链子都要被蹬冒烟的那种。我没有浪费时间，花费了100金属币升级了速度模块，毕竟传说职业才是我的最终目标，这不仅需要通过职业考验，还要在所有人中排名第1才行。幸亏我之前开到过一个火焰喷射模块，随即我启动了最快的车速，加上主动驾驶提供的20%车速，附带上火焰喷射等等模块的加成，时速达到了惊人的800。好家伙，这简直就是陆地飞行器啊！这速度都快赶上民航客机了，仅仅是几分钟我就到达了终点站。恭喜玩家小姚完成考核，本次评级95分，获得最高奖励蓝屏宝箱。半小时后，所有人都完成了考核，排名如下。不出我所料，自行车小王荣登倒数第一，评分60。而此刻有一人已经懵逼了，不会吧？这边老仔的蓝品摩托怎么可能这么快？王哥和大圣也是十分惊讶，他们也没想到我的蓝品摩托会得第1名，不愧是小姚啊，这藏的东西也太多了。紧接着第2关考核随即开启，第2层考验生存考核，世界温度提升，第2太阳出现，室外温度达到70度，本关将出现赤炎兽，请在至少击败1只的情况下存活半小时。奖励各类材料包，根据评分赋予等级。随着声音结束，天空上突然出现了第2个太阳，道路上随处可见奔腾的热浪，远处3只赤炎兽正步步紧逼。这第2关的难度对我来说不是很高，就是不知道自行车小王能不能耐住这高温。换上肌肉战车的我当即启动了金属重炮，而这一炮的威力堪比 RPG，3只赤炎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送去了提瓦特大陆。恭喜玩家小姚完成考核，本次评级100分，获得最高奖励蓝品材料包。这个奖励还不错，这下离肌肉战车升级又近了一步。半小时后，排名再次公布，第2名还是带土。自行车小王虽然还是倒数第一，但他还是通过了考核。难道说这就是中烟世界自己的耐热王，自行车大帝小王吗？随后第3关考核开启，第3层考验防御力考核，本关属于防御力测试，玩家无法进行反击，请玩家在1分钟内抵御1只1级赤炎兽的连续整击。奖励喷火器，有效射程30米，附带3个燃料罐，每个可连续使用半小时。考核1连5关我都拿到了最高的评分，奖励也都是最高品质。第4关又是一个蓝品材料包，第5关则是一个紫屏宝箱。不幸的是，自行车小王在第4关被淘汰了，不过淘汰不等于死亡，只是失去了职业传承的机会。而第6关的奖励却让我眼前一亮，第6层考验战斗考核，极端高温环境下击败30只赤炎兽，无时间限制。奖励火焰系特殊职业转职凭证，足30只赤炎兽嘛，虽然没有时间限制，但是难度非常高，因为室外的温度已经来到了恐怖的110度，就连我的肌肉战车也被晒得滚烫，轮胎不断出现融化的迹象。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我只能持续使用金属币进行修复。而赤炎兽的品级也全都是2级以上的，其中也有不少3级的炎魔。单打独斗还好，但是这回面临的是群体攻击，难度更是大大提升。我没有犹豫，立即启动了金属重炮，在连续发射了10炮后，世界陷入了寂静。恭喜玩家小姚完成考核，本次评级100分，获得最高奖励火焰转制凭证。谁也没法想到，这样堪比地狱级别的试炼会被人当成丰饶速刷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主角呢？开挂也正常吧。精品车辆和紫品重炮，加上各种品级的模块，要是连我都赶到棘手，那怕是没人能通关了。最终排名如下：小姚第1名，评分100；大圣第2名，评分10；旗下第3名，评分9；王哥第4名，评分8；带土第5名，评分7。愚者淘汰，小姚还是满分，而且是断层式领先。凭什么？我成功了，特殊职业到手了，舒服。卧槽，活过来了，牛叉！小姚还是1波分。综合评分评判，玩家小姚总分582分，已开启传说职业专职考核。话音刚落，我就被传送回了试炼地。只见天边出现了7个太阳，温度也瞬间升到了150度。与地面接触的轮胎第一时间就出现了融化的迹象，就连空调和隔热服都无法制衡这种高温。我不停发出修补指令，同时不断打开冰水，快速浇灌在自己身上进行快速降温，但车内的温度还是难以降低，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。同时在前方道路尽头突然出现了一波热浪，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数之不尽的赤炎兽大军，密密麻麻犹如蝗虫过境一般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这才是中烟世界真正的可怕之处吗？连神明都会陨落的终极末日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本关为战斗挑战，战斗要求为在只使用本车功能的前提下击杀
千只赤炎兽。本次为选择性考核，玩家可以选择退出或者迎战，若主动离开，可无伤退出考核，但同时失去特殊职业传承的资格。这赤焰兽的密集程度也太夸张了，附近的温度估计都快200度了，我的肌肉战车一靠近恐怕就要被融化，其中还很可能有4级的盐狱 bug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是我的肌肉战车了，就算是航母来了，恐怕也要完蛋。但当我真的要选择退出时，我又有些犹豫了。传说职业近在眼前，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说实话是真舍不得。是靠着刷新宝箱不断发育，还是搏一搏单车变磨破？冲了，不留遗憾，就拼个你死我活。区1000只赤焰兽而已，不足挂齿。随即我启动了金属重炮的最大功率，同时还激活了车头的火焰喷射模块。而就在这时，肌肉战车突然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。没错，疯狂冲撞加上金属重炮和火焰喷射，最后我还启动自爆，收下吧赤炎兽，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。下一秒我打开车门，无视速度径直一跃，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人都要被烤熟了。然而在卡车撞入兽群的那一刻，所有的痛觉都消失了，我只感觉眼前一黑，随后我便重新回到了卡车内。远处所有的赤炎兽都不见了踪影，连温度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准，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顿时我震惊不已，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到肌肉战车根本没炸，场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综合考核：机敏、果断、勇气、实力，任务完成，评级：向死而生，完美。奖励已发放，恭喜获得火焰系传说职业转制凭证。没想到最后考核的根本就不是实力，而是内心。或许击杀1000只赤焰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，即使挑战者以命相搏，也是9死1生，所以一切都是假象，为的就是让挑战者主动放弃。一个面对危险主动放弃的人，或许能够存活得更久，但是配不上与末日共生的传说职业。而与此同时，未知的一处岩浆之地，一个神秘人正站在一个钢铁猛兽的旁边，他的车辆无比庞大，后面还跟着一只巨大的熔岩巨龙。男人似乎突然感应到了什么，先是露出了惊讶之色，随后嘴角微微上扬，眼中闪过赞赏与欣慰。这后来者还真是不错啊！此刻我回到了山洞内，你竟然进入了传说职业考核，还活着出来了，难道你顺利通过了？那我要是说我没得到，你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这次算我错了，我们和平解决好吗？你们的事我们不会外传的。旗下明显怕了，身上的气场都变得怯懦了几分。我为什么放过你呢？难道因为我善吗？见情况不妙，旗下迅速掏出武器对我扣动了扳机。他有十足的把握我反应不过来这一击，但下一秒他的耳边就传来了子弹被硬物弹开的声响，紧接着一个庞然大物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凭空出现。在这一刻，一股绝望涌上他的心头，我就知道小姚还藏着黑科技。精品车吗？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识到。而此刻我召唤出机枪扣动了扳机，在场的敌对势力都被我送去了西天，只有带土凭借忍术勉强逃过一劫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平分起了战利品，众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。大运王哥更是获得了他的专属车辆国道大运紫色，限定技能强制把对手传送到国道上进行处决，1天限一次。国道上的概念神，在国道上没有对手可言，哪怕是中烟 boss 遇到都要被调侃一句：小子，你要撞大运了。本来想给自行车小王换一个紫品摩托车的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其实自行车也能活下来的，虽然品质低，但是好在升级快啊。小王在进来前就是个驴友，虽然一开始抽到自行车的时候有些难以接受，但现在他觉得这也许就是他和自行车的缘分吧。不瞒大伙说，其实就是蹬出感情来了。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处小镇稍作休整，也和群里的人交流起了情况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据说遗迹内部一片混乱，两大组织想嘎完所有人，也不知道自行车小王他们怎么样了。各位别担心了，我们安全出来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两大组织放过你们了？他们算个屁，哪有我的义父们厉害？那你们获得转制凭证了吗？那是当然，我还喜提紫品大运一辆呢，以后国道上有事随时喊我。什么白嫖紫品车？比起自己的失败，群友的成功更令我寒心。别这么说，晚上举办庆功宴，每个人一盘牛羊肉。吃完饭后，吃到炼狱的持续时间已经进入了尾声，室外的温度也逐渐恢复了正常。和队友别过后，我再一次踏上了新的旅程，终于有闲工夫开宝箱了。总共有60个白色宝箱，3个蓝色宝箱和1个紫色宝箱。圆头帽蝶灰色，一只可爱的哈基米，没事就会到处爬行，自动拾取车内的垃圾，保持车身整洁。Doro 白色，可爱的粉色小狗，时不时会从口袋中掏出欧润剂，使用后可获得10秒的生命恢复效果。这俩还怪可爱的，就当宠物养着吧。下界盔甲白色，史蒂夫用远古残骸熔炼出的珍贵材料，提供20%额外防御力，这是比钻石更坚硬的下界盔甲，提供的防御力还是挺可观的。没过多久，白色宝箱就被我开完了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食物，少数是普通的车辆模块。随后我继续开启蓝色宝箱，鱼刺模块蓝色，为车身镀上一层鱼刺，提供10%防御力和20%的经济效果。好家伙，这不是反甲吗？有点意思。万能泥巴蓝色，通过特殊工艺可以制成蛋挞和披萨，食用后提供15%额外保湿度，泥巴还能做成食物，真是长见识了。厚重棉衣蓝色，厚实的棉服能够抵御极寒天气，提供80%额外保温效果。最后我开启了紫品模块，试验热浪紫色，大幅消耗能量源，产生200度的热能包围车身，在此期间车身免疫所有火焰伤害，根据宿主火焰属性能力获得增幅。还记得之前吃到炼狱的温度让我的轮胎都开始融化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高温天气了。车辆升到5级后，我还可以转制火系职业，到时候这个模块就更强了。接下来的几天我到处搜刮物资，把肌肉战车升到了4级，随后也将
属性点进行了提升。此外，综合考虑下，我决定转职机械师。虽然战士也不错，但是我现在武器很多，只要转职机械师成功，战力会得到大幅度提升。期间我还更换了一辆紫品副车，黑暗机车，技能能量屏障，消耗微量能量源，能在车身凝聚无形屏障，屏障生成期间可抵御80%的伤害，自带防御的模块，哪怕不用肌肉战车，安全感也是拉满。这时我想起之前解救过的人给过我一个灾难钢铁厂的定位，正好用这个灾难地点试验一下赤焰热浪这个新模块的威力。于是我向着钢铁厂前进，而此刻钢铁厂内又是几辆私家车排列其中。老大，里面有数千只3级丧尸，并且已经形成了组织力，其中还有一只高级尸王。闻言，众人表情微震。3级丧尸各方面属性都等同于3级车辆，与此同时还具有一定智慧，配合上一只高级尸王，可想而知难度有多么恐怖。可就在这时，众人耳边传来了一阵车笛声。老大，有人来了，来得正好，抓住他！但当首领发现来者骑着的是一个紫品摩托时，他及时拦住了手下，情况有变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而我很快就抵达了现场，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下了摩托。有了能量屏障的保护，我并不害怕遭遇偷袭，要是真出现了意外，肌肉战车是我最后的底牌。我巡视四周，这里的人都面露警惕之意，仿佛对我这个外来者不太友好。从车辆等级上来看，基本都是3级以上的车辆，而为首的那位更是一辆5级紫品车的拥有者。首领齐元率先开口打破了寂静，我叫齐元，是诛灭组织的首领，敢问兄弟尊姓大名？叫我摩托车小姚就行。原来是大败共生盟和兽神殿的姚兄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组织一起发展？不了，我还是喜欢独来独往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目前这个灾难钢铁厂内有上千只丧尸，而我们组织大多都是3到4级的弟兄，配合上你的话，半日拿下这里应该不在话下。到时候紫品宝箱归你，剩下的材料我们平分就好，怎么样？这条件倒是诱人啊，会不会对你们有些不公平？当然不会，你的实力大伙都认可。虽然首领表现得十分友好，但在谈话期间我却注意到四周的小弟纷纷掏出了武器，甚至已经对我形成了包围之势。既然你觉得我的实力足够强大，为什么还想着算计我呢？下一秒，我身旁的黑暗机车凭空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然大物。不会吧，这难道是精品卡车？情况不妙，兄弟们快撤，谁跑得慢谁是前排。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肌肉战车的车身突然绽放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附带强大冲击力的热浪。仅仅几秒，在场的许多人就被烤到原地碳化，整个组织瞬间溃灭。至于他们的目的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当灾难地点的探路使，又或是对我身上的转职令牌图谋不轨。我看起来有那么好骗吗？这时显示屏上提示室外温度已到达260度，这赤焰热浪的效果恐怖如斯，不愧是紫品模块。清理完现场后，我吸收起了材料，除了收集到不少升级材料外，还足足收获了几十个模块，不过大多数都是我已经拥有的。为了凑够升级车辆所需的金属币，我对多余的模块进行了售卖，而由于供不应求的原因，出售的过程十分顺利。凑够金属币后，我第一时间升级了肌肉战车，达到职业转职标准后，我果断选择了转职机械师。随着指令发出，我的脑海中涌入了无数枪械的记忆。机械师转职成功，基础技能枪械强化等级提升枪械武器100%的伤害。此外，检测到宿主拥有副车，请继续转职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后一股狂笑涌上心头。卧槽，副车也能提供转职机会吗？那我要转职战士。战士转职成功，基础技能体魄强化等级获得50%额外力量加成，20%额外速度加成，我大为满意。一个手持机枪的力量型战士，无论是近战还是远程战斗都丝毫不惧。随后我给机械师使用起了传说职业转职凭证，极炎破坏者技能火焰附魔等级作用于枪械炮弹，将所有子弹升级为燃烧弹，大幅提升破坏力。简单的技能描述，效果却十分恐怖。我好奇地想着空地开了几枪，只见子弹顺发而至，掀起尘土的同时，周围燃起了团团烈火，久久不散。这还只是1级的传说职业，等到突破伽马级后，还能觉醒新的技能。随后我同样升级了战士职业，热能战士技能热能体魄等级，战斗时可快速提升体温，增加瞬时爆发的速度和力量，同时无惧严寒。至此传说职业转职结束，我的战力也获得了指数级别的提升。调整完属性点后，我对模块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升级。随后我走进了灾难钢铁厂，随即一个荒凉萧瑟、阴森恐怖的厂区就映入了我的眼帘。里面的空气阴湿发冷，温度相比外边降低了几十度。厂区角落还分布着几只狰狞的丧尸，而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，嘶吼着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淡定淡定，小场面而已，在我的肌肉战车面前都是弟弟。不过我注意到3级丧尸的战斗能力确实有显著提升，首先是速度和力量的增幅。一只3级丧尸在奔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200多斤的篮球，但他竟没有丝毫躲闪的意思，而是径直冲了过去，一脚把篮球踢出了几十米远，同时自身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甚至有些丧尸的移动速度快到都出现了残影。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部分丧尸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人类的神情，带着一种嗜血的疯狂和狰狞的笑容。这样也好，省得撞死是没有游戏体验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脚油门就撞了过去，一瞬间只见无数的丧尸躯体齐飞，在我的5级卡车面前，这群3级丧尸简直就是路边一条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宝箱。丧尸脸上的表情也从开始的恐怖狰狞，逐渐转化成了惊愕与恐惧。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眼前的钢铁猛兽为何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，而我却并没有停手的意思，继续朝着剩余的丧尸们撞去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原本无脑朝着我冲锋的丧尸竟改变了策略，开始避开我的撞击，选择躲在车体的两旁发起袭击，甚至还有丧尸钻入车底朝着底盘发起攻击。难道是尸王吗？据说只要尸群发生组织性的行动，就说明其中有尸王的存在。我没有犹豫，选择了全速撞击。3级的尸群终究还是不堪一击，纷纷
成为了我的减速带。清理小卡拉米的同时，我也在不断寻找着尸王的位置。随着丧尸的减少，很快我就发现工厂车间内有一头站在原地不断发出咆哮的丧尸。尸王等级5，狮群中的统领者，身体素质与5级玩家无异，可能具有某种特殊能力，智商颇高，有组织狮群作战的能力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接受审判吧！我二话不说就朝着尸王发起了冲锋，而尸王反应也十分迅速，立即躲到了一堆集装箱的后面。但他终究还是低估了肌肉战车的威力，这点障碍物都配不上成为我的减速带。仅仅数十秒，这只尸王就被我炼化成了蓝色宝箱。随后我拿着大菠萝走下战车，准备测试下职业的能力。我朝着远处的狮群扣动了扳机，只见数发燃烧弹倾泻而出，被命中的丧尸身体瞬间爆裂开来，四周还燃烧起了阵阵火焰。这玩意不仅单体伤害高，还是范围伤害，是解决狮群的利器啊！随后我把剩余的丧尸都炼化成了各类宝箱，同时也对钢铁厂中的废料进行了吸收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，此处为灾难地点，但是与之匹配的紫品宝箱却还迟迟没有出现，还不能大意。之前在军工厂被地龙装甲蜈蚣袭击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正在我思考之时，眼角却瞥到了钢铁厂的大院，那里是我刚刚战斗过的地方。但奇怪的是，被我击杀的丧尸的躯体却大多不见了踪影。等我靠近才发现，一些丧尸的碎片正缓缓地没入土地，随后消失不见。紧接着，一股剧烈的震动从我的脚下传来，不好，快跑！我脸色一变，立马召唤出肌肉战车加速逃命。下一秒，地面竟出现了大量的裂纹，随后开始坍塌。只见一个巨大的怪物掀开大地，陡然出现在钢铁厂的中心。融合丧尸等级6，超级丧尸怪物，由中烟力量高度辐射而成的特殊丧尸，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控制力。攻击附带丧尸毒素，被命中的单位意志会被操控30秒。居然是精神控制，一旦被命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就在这时，怪物也发现了我的位置，咆哮着向我袭来。可我却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，启动金属重炮准备迎战。但下一秒，融合丧尸竟率先发起了进攻。只见他向我丢出了一条由丧尸躯体组成的巨大手臂。该死！这时我的金属重炮充能还没有完成，可眼见这巨大手臂就要从空中落下，没办法了，只能使用那一招了。我顾不得其他，连忙来到车顶，拿出 RPG 对着那巨手就轰了一炮。有了火焰附加模块的加持，炮弹在离开炮管的那一刻就附带了一团巨大的火光，这让本就威猛无比的炮弹达到了双倍的威力。巨手当场被轰得渣都不剩，一旁的融合丧尸也因被炮弹溅射受伤而发出阵阵嘶吼，紧接着向着我步步紧逼。但此刻我已经完全不慌了，因为我的金属重炮已经充能完毕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金属炮弹发射而出，随后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传来，下一秒那巨大的身体直接爆裂，留下的只有一个紫色宝箱。终于搞定了，即使是等级6的中烟生物，在我的金属重炮前还是不堪一击。看来高品级模块才是王道啊，普通的白色模块终究会慢慢被淘汰。吸收完钢铁厂的材料后，我又踏上了新的旅途，这回又收获了不少宝箱。走起，亡灵模拟装置蓝色，可模拟丧尸气息，低级丧尸会把你认作同类，从而对你失去敌意。这个好，以后搜物资的时候就不怕被丧尸偷袭了。尸王意志模块蓝色，可短暂控制丧尸的思想，持续时间为1秒，范围为200米，冷却1小时，消耗能量源根据数量和等级决定，无法控制高于自身等级2级及以上的丧尸。还能控制丧尸，这功能也太强大了，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领取。虽然只有1秒，但这种效果是十分超标的。别的不说，就刚刚那个6级的融合丧尸，如果拥有了这个能力，我就能和他保持安全距离。而且要是将来遇到移速快的丧尸，我也可以使用这个能力来提高炮弹的命中率。随后我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宝箱，上面标着蓝色宝箱，极品模块类。在刷新的过程中，我才发现原来蓝品模块也能拥有如此逆天的效果，可以说每一次刷新都让我心动不已，恨不得一口气全部收入麾下。不过我还是选择刷出保底。扭曲模块极品蓝，消耗能量源后将车身进行扭曲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车体形状结构，包括但不限于车体长宽高、车身曲线等等结构改变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之前我之所以选择摩托车当副车，首先考虑的就是机动性，因为卡车太笨重了，在狭隘的地形中无法发挥全部作用，而这个模块就完美的弥补了那个缺点。最后我开启了最珍贵的紫品宝箱金钟罩紫色，启用后消耗能量源在车身四周生成透明能量屏障，在屏障破碎时给予车身10秒无敌效果。好家伙，这不是名刀司命吗？能抗能打，无敌效果更是超标。随后的几天我到处搜刮物资，不仅把肌肉战车升到了6级，各类模块也有不小的提升。可这样平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几天后精英团体群聊里的消息打破了这片祥和。这灾难地点有点不对劲啊，我快要扛不住了，有没有人能来护驾？这里很危险，不仅有各种变异生物和丧尸，最奇怪的是我怎么都开不出去这片森林。撑住，兄弟们马上到！得知消息的我马不停蹄地赶往了目标点，在途中还抓到了之前逃脱的代体，不过我并没有对他动手，因为他的挚友林联系了我，表示愿意用紫品宝箱来交换他的性命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签订了契约，而我也不用担心带土会叛变，因为违反契约的人会直接被中烟世界抹除。没过多久，远处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森林，其中古木参天，遮天蔽日，里面光线黑暗，能见度不超过50米。前方到达灾难地点怪异森林，中烟力量浓厚的神秘森林，密林路线如迷宫般错综复杂，其中还存在着未知的恐怖生物，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对你造成威胁。原本这种狭窄的地形是要换摩托才能通过的，正好试试扭曲模块的作用。随后我启用了模块，只见卡车的车身随着环境发生了扭曲，顺利平稳地通过了交错复杂的树林。来到密林深处后，前方的生物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蘑菇怪等级5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带有致命的剧毒，攻击方式是喷射腐蚀粘液，
没等我反应过来开启屏障，蘑菇怪就朝着我的车身喷射了几发粘液，瞬间将我的车窗完全遮挡。期间粘液还不断侵蚀着我的车身，我连忙开启赤炎热浪，随即车身温度迅速提升，下一秒附着在车身上的腐蚀粘液就被蒸发殆尽，连同远处的蘑菇怪也一同秒杀。随后我继续前进，但我刚走没多久，就有一行人来到了我刚刚经过的位置，而这时突然有人注意到了什么，他的瞳孔骤然一锁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轮胎印？这到底是什么车？难道这里除了首领大人以外还有第2辆精品车？得赶紧回去汇报。而此刻另一边的我路途一切顺利，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显示屏上出现了2个红点，这应该就是群里求救的2人韩墨和无痕了。可紧接着我发现，在2个红点的后面又出现了好多红点，而且好像正在追逐的样子。见状我连忙发消息询问，你们2个怎么回事？是被什么东西追了？小姚，是你来了吗？我们有救了。是我，追你们的是人还是变异生物？是人类，其中有1辆5级紫品车，剩下都是一些蓝品车，我们要不要先撤退？不需要，你们朝前方继续开就行。收到。虽然2人不清楚我的能力，但从我之前通关赤道炼狱的战绩来看，实力必然是不容小觑。而很快他们就见到了我的肌肉战车精品卡车，这不是无敌了吗？哈哈哈，有救了！我有大哥，你们有什么？而此刻我的金属重炮已经充能完毕，后面追逐的几人见到前方的精品车脸色骤变，但由于速度太快，已经来不及掉头，直接团灭在了我的炮下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都懵逼了，这就是紫品顶级模块金属重炮吗？不愧是瑶神，我们3个是真的强。这时我走下战车，来到一个被炸得奄奄一息的人前，问道：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不会告诉你的，会有人替我报仇的。说完就断了气。随后我跟韩墨和无痕交流起了这里的情况，而与此同时，森林深处的一片空地中，一名白皙英俊的少年站在一辆堪称陆地霸主的杀戮机器上，粗长的炮管指向远方，其中蕴含着未知的能量，周围有大量的人员把守。突然他好像感知到了什么，抬头望向我们所在的方向。首领大人，不好了，第2小队出事了，包括紫品车辆在内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一瞬间失联了，恐怕是遭遇不测了。闻言，少年突然想起了之前小弟汇报过来的奇怪的轮胎尺寸，精品车嘛，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韩墨将一名幸存者从车辆中揪出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兴许我们还能饶你一命。可那人表情紧绷，一言不发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。这神秘组织的人都这么有骨气的吗？而我却是很淡定，缓缓走到他面前。你们的首领应该也是辆精品车吧？闻言，那人瞳孔一缩，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。果然是精品车，这个小队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，能让紫品车辆作为小队的队长，实力绝对不一般。见状，无痕和韩墨也有些惊讶，他们俩的紫品车压根就不是精品车的对手，贸然行动恐怕会陷入危险。要不要严刑拷问下？不必了，那样说出来的信息也没法辨别真伪。既然是敌对势力，那么迟早会正面对抗的。对此我内心却忍不住升起一丝期待。进入中烟世界后，我几乎是一路碾压，从未遇到能与肌肉战车实力相当的存在。眼前这个神秘的精品车反而让我升起了几分斗志。解决掉幸存者后，众人对现场的材料进行了吸收，随后分享起了情报。我来到这已经3天了，这里有众多危险的变异生物。除此之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每隔3小时这里会下起酸雨，一场酸雨大概会让车辆损失3%的耐久度。根据这里的危险程度判断，我认为这里不止一个固定宝箱，也许有更加丰厚的奖励。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就是，越向东前进，酸雨的浓度就越高。或许核心地点是在森林的最东边，可我就是从东边进入的森林，行驶了半小时才来到的这里。那是因为这里的空间是错位的，即使原路返回也无法离开这片怪异森林。想要离开怪异森林，要么通关取走固定宝箱，要么就是朝着一个方向一条路走到黑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猜测。最终我们3人决定一起向着核心区前进，获得的资源则是按照贡献度进行分配。随后3辆车就一起向着东方驶去。但这一次我确实发现了几分不对劲，虽然回去的道路是一样的，甚至连我刚刚战斗过的痕迹都能看见，但是再往回走却找不到森林的出口，像是陷入了未知的循环。这时无痕发来了消息，刚刚那个位置有别的车轮印，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你了？在我灭掉那个小队之后，他们应该已经有人通风报信了。对此我很平静，因为我早有预料，或许在我进入怪异森林的那一刻，就有人一直在背后跟踪。在行驶了将近半小时后，3辆车同时停下，因为我的感应模块上显示，有几十个红点正从4面8方朝着我们迅速接近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他们的大部队来了？不对，这种速度不像是人类。我也觉得这并不是人类。森林中地形交错复杂，一般的车辆根本不可能开得如此快，更别说有那么多的数量了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森林深处传来了阵阵狼嚎，随后一头头灰色的野狼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这显然是变异生物的受潮，而其中的一头狼王体型更是足足有马驹那般庞大，双目猩红，浑身闪烁着阵阵雷虎。丛林雷狼等级7，狼群的头领拥有号令狼群的能力，攻击附带雷元素伤害。我丢，7级生物，这也太强了吧！眼下还没到达核心区域，就已经出现了7级的变异兽群，那核心区域的怪物绝对比这个更加恐怖。但韩墨和无痕2人并没有迟疑，而是直接和狼群缠斗了起来。韩墨边骑着摩托边用机枪对着狼群进行扫射，而无痕则是配合着赛车的机动性，吸引着狼群的注意力，为韩墨创造输出空间。而我则是盯上了那头狼王，这种高等级的变异生物调出的宝箱绝对足够珍贵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他。小姚，我们这边数量太多了，能量不太够用了，要不要先撤？好，那你们先撤退，剩下的交给我。闻言，2人立马拉开了距离，引走了几只变异狼。而就在这时，那头狼王突然主动朝着我冲了过来，只见他纵身一跃数米高，下一秒咆哮一声，随后天空中一道雷芒便朝我劈来。而我并没有惊慌，因为金钟罩已经被我提前开启，只听见嗡的一声，一面透明的屏障就把雷芒尽数挡下。见状，狼王身影一闪回到原地，好似被我的能力所震惊。而我见时机成熟，便不再留手，开启蓄能已久的金属重炮对着狼王就轰去了一炮，瞬间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从狼王的身上爆裂开来。
造成的破坏力直接让空地上出现了巨大的窟窿，森林中更是刮起一阵狂风，几棵巨树当场倒塌，数十只旁观的野狼也瞬间前往了异世界。狼王也不负众望，爆出了一个极品蓝色模块宝箱，一炮就秒了，这确定不是开柜了。解决完小狼群的2人大为震撼，这一战让我手上的宝箱又积累了不少。而这时我注意到前方还有一个静止的红点，无痕和韩墨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红点。随后我们驱车前往红点所在地，只见这附近有不少变异狼的尸体，地上还散落着不少蓝白宝箱。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一头趴在地上的变异生物，它浑身覆盖着黑毛，体型比刚刚那只狼王还要大上不少。地狱火焰鳌，等级7，已死亡，拥有极强的综合属性，是犬类的王者，攻击附带火属性伤害，可以被收服，对主人绝对忠心。獒犬，看来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，看来是了，太可惜了，这么强的一只獒犬就这么嘎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獒犬的身下一只幼犬突然跑了出来，变异獒犬，等级1，刚刚出生的幼年獒犬，暂时没有战斗力，但是潜力巨大，有很高的培养价值，可跟着主人离开中烟世界。只见它来到我的脚边闻了闻，随后竟呜咽着凑在了我的身旁，这是认主的表现，可能是闻到你身上有刚刚战斗过的狼王的气息。而我则是眼睛一亮，将小獒犬抱了起来，以后你就是我姚家军的人了。随后我们休息片刻，期间我也开启了宝箱，不知道我心心念念的2个蓝色极品宝箱会开出什么呢？雷系防御护盾，蓝色，提升50%车身雷属性抗性，7级以上的变异生物都会附带属性攻击，雷系防御有用，但是不多。我继续刷新，直到来到保底，雷炮模块，极品蓝，凝聚雷电形成光束，可持续攻击，受击者会受到3秒的麻痹效果，最远范围200米，每秒消耗500元。收下心仪的模块后，我继续开启另一个烈焰战车，极品蓝，开启后使车身周围出现大量火焰不断燃烧，强度和车主的火系能力有关。我惊喜不已，才第一刷就出现了极品模块，这模块和赤炎热浪类似，组合起来效果更是得到指数级别的增强。随后的几天，我们3人一边赶路一边刷怪，可直到第4天，我们还是没有走出这片森林，酸雨的浓度越来越高了，我们的方向肯定是对的，再坚持试试看吧。可当我们准备继续赶路时，远处却传来了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一颗巨大的炮弹就从空中飞了过来，而它的落点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，小心有危险。闻言众人脸色骤变，这种距离下想要躲开炮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见状，我第一时间开启了金钟罩，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炮弹在屏障边炸裂，屏障破碎的同时给予了车身10秒的无敌效果。但受到波及的森林就没有这么好命，方圆几十米内的树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灼烧，韩墨和无痕的车也受到了巨大的损伤，2人也是身受重伤。看见这一幕的我简直要气炸，要打就堂堂正正的正面对抗，这偷袭算什么本事？得亏我有金钟罩的明刀效果，要不然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这时我把目光锁定在感应器上，果不其然，不远处有一排红点正悄无声息地朝我的方向接近着。确定大致方向后，我果断启动了金属重炮的最大功率，轰出了复仇的一炮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几辆车正惬意地前进着。首领大人，你这大炮的威力也太可怕了，几百米外我都看见火光了，那伙人估计早废了吧？不废也难，这可是首领的专属技能啊！就算对面同样是精品车，也扛不住刚刚的一击。谁知道了，要是一炮就拔了，那就太无趣了。刚刚发言的人正是他们的首领17，可就在他们继续谈笑风生时，却见天空中有一发能量炮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落下。不好，是炮弹！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遭受到如此打击的我竟然还能战斗。见状，首领17立马启动了防御功能，随后只见坦克车周围出现了一层火焰屏障，和我的肌肉战车一样，它的金色坦克同样有着高品质的防御能力。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屏障应声破碎，在场的车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，死伤惨烈。此刻另一边，我把受伤的无痕和韩墨抬到一处安全的地点，2人的伤势很严重，韩墨勉强还能开口，无痕则是直接昏迷了过去。不会医术的我有些束手无策，可要是再不进行治疗的话，恐怕2人都会出事。这时一旁挂机已久的带土开口了，让我来吧，我在木叶村学过一点医术。行，仓库里有医疗箱，但你不要有逃跑的想法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追上你。我们现在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放心交给我吧。有着契约的约束，我也不怕带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安置好几人后，我驾驶着战车就朝着对面冲去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感应器显示前方也有一个光点正向着自己靠近，命还挺硬，吃了我一炮后竟然还能行动。但穿过丛林后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辆超乎想象的车辆，金色坦克。我有些惊讶，原以为对面也是金属重炮一类的模块，没想到竟然是车身自带的能力。更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这辆精品车竟然是坦克。而此刻坦克中的17也被震惊到了，这肌肉战车竟然这么大，他万万没想到会有如此巨大的战车存在。因为我的肌肉战车有个无限成长的技能，升到6级之后，体型已经远超地球上的所有车辆，加上各类模块的加持，压迫感十足。隔着一块石柱，2辆精品车就这样相遇。你知道吗？你刚刚的那炮带走了我好几个弟兄，那只怪他们跟错了人。2人剑拔弩张，王者既然相遇，那就只能有一个能活着离开。2人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直接发起了攻击。我的金属重炮再次蓄能，配合上雷炮模块，顿时车身上雷电闪烁，下一秒雷芒便劈向了坦克车。而对面撑起屏障的同时，凝聚出几块冰锥朝我射来，同时转动履带向我的方向行驶，想要和我进行正面碰撞。我再次打开金钟罩规避攻击，同时启动赤炎热浪对坦克进行灼烧。一时间森林内部雷火冲天，大量的树木被我们的战斗点燃，现场更是一片狼藉。这种战斗，但凡有普通人在围观，都会被波及而前往异世界。而就在我准备进行继续进攻时，车辆四周的树木突然开始扭曲，随后大地开始颤动，只见无数的枝干像是活过来了一样，在2人中间形成了一片由藤蔓和根茎组成的洪流，双方的车身都被藤蔓紧紧缠绕。该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17脸色一变，拼命加大马力进行挣脱。
而我则是冷笑一声，发动烈焰战车轻松挣脱了束缚。但是想要继续追击已经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周围的藤蔓和树枝还在不断蔓延，再不离开这里恐怕会陷入危险。我只好调转车身向后退去。而这时另一边的坦克车发出了几道锋刃，斩断藤蔓后也驱车离开。我叫17，这次先放过你，下次就没有那么好命了。要不是因为藤蔓阻挡，你早就成为一堆破铜烂铁。随后我回到了队友的身边。小姚，刚刚都发生了些什么？我听到森林深处传来好几声爆炸，对面是个精品坦克车，刚刚和我交战了。闻言众人都被震惊到了，居然是精品坦克，这货运气太好了吧？无痕和韩墨经过带土的治疗后，状态明显好了很多。我也把刚刚的奇怪遭遇和他们复述了一遍。枝蔓洪流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难道是灾难地点的特殊能力吗？不知道。他终止了我和坦克车的战斗。考虑到2人受伤严重，我决定让他们都坐上了我的车，随后带着他们去刚刚战斗的地方查看。可这时那些藤蔓和枝条都已经消失不见，于是我们继续朝着酸雨区前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首领，你还好吗？遇到一个棘手的人。什么？居然连首领都觉得棘手吗？难道那个人是精品车？小弟们略显惊讶，因为首领每次带队都是碾压，这种狼狈的模样还是第一次见。来几个医师治疗一下我，然后全体向酸雨区前进。这还是17第一次吃亏，他心有不甘，不管是车型还是等级都是他有巨大优势，可偏偏遇到了那古怪的变故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此后的2天过得很平静，期间我把肌肉战车升到了7级，力量属性也突破了40大关，还开出了2个极品蓝色模块，其中一个是重复的雷炮模块，另一个是弓箭模块，极品蓝，可以射出金箭，自带无限弹药，具有极远的攻击距离，同时附带50%物理穿透。随后我们继续行驶了几天，直到来到一片巨大的空地上，而此刻我们的脸上却是无比惊讶。只见不远处有一棵足足100米高的参天大树，树叶间凝聚着大量的水珠，随风一吹便化作漫天酸雨，朝着4面8方扩散而出。难道这里就是核心区域？以前遇到的丧尸、变异生物和眼前的参天大树相比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存在。而正当我准备下车探查下是否有固定宝箱时，却见感应器上突然出现了几十个红点，朝着我们迅速靠近。来者正是17他们的人，而这时对方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。小姚怎么办？我们要迎战吗？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和精品坦克再次相遇，对方人数众多，其中还有2辆紫品车虎视眈眈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我的金属重炮和对面的坦克炮管都开始了蓄能，2门大炮几乎是同时发射。围观的众人都无比紧张，期待着这一战的结果。见状，我连忙启动防护系统，可下一秒，只见身后的参天大树轻轻摇曳，一股肉眼可见的金色能量就从树根处迸发出来。刚刚的2发炮弹瞬间消失不见，怎么会这样？炮弹怎么凭空消失了？应该是指战规则。我有些疑惑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。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里并不是一个灾难地点，而是一个神陨之地。神陨之地顾名思义，就是有旧神陨落的地方，只是他们没有完全消亡，而是用特殊的方式汲取能量，以此获得新生。由此可以断定，整个怪异森林都是由旧神的躯体构成的。所以当你们造成的破坏过大时，就会引发枝蔓洪流。现在我们到了核心区域，而这里不允许发生战斗，就说明那棵巨树就是旧神的心脏。指战规则就是守护心脏的能量，若是打破规则，那么旧神就会彻底苏醒，结果我们可想而知。闻言我感到有些震撼，没想到我们多日来奔波的几千公里，仅仅只是旧神身体的一小部分。神陨之地固然危险，但是这里的资源量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里会出现多个固定紫色宝箱，除此之外还会有金色宝箱。金色宝箱，闻言我有些惊讶，虽然我有一辆金色战车，但是它是从新手宝箱里开出来的，与平时接触到的宝箱有些许不同，尤其是像高品质的固定宝箱，开出的一些道具已经成为了我的底牌，所以眼前的金色宝箱对我的吸引力变得十分大。那如何才能获得金色宝箱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毁掉这里。在旧神死后，他们的力量会和中烟力量进行融合，从而诞生出各类宝箱，所以我们只能无神。简单的2个字，其中的难度无可估量。神明一旦发难，造成的破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但高风险也伴随着高利润。兄弟，你说了算，我们是上还是走？无痕和韩墨静静地等待着我的意见。从我救下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们就把我当做了头子，心存感激的他们对我的话不会有任何怨言，就算是嘎，他们也认了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缓缓开口：这巨树大概是什么等级？旧神的威能难以评估，很难用等级来衡量。要是以前那个不争不抢的自己，可能转身就走了。但是经历了末世后，我愈发感觉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干了！而这时对面的人也安静了下来，他们之中也有人认出了神陨之地，但和我们一样，没有人选择退缩，而是决定攻破这个神陨之地。各位，我们决定对这棵巨树发起进攻，暂时不想和你们发生冲突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们会走？我早就猜到了你不会走，等攻破巨树，我们再开战。我答应了下来，原本恨不得立马灭掉对方的2人，此刻却变得出奇的和平。接下来我们必须拼尽全力，否则没人会笑到最后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搞偷袭的人。稍作休整后，17首先发起了进攻，他一声令下，组织里所有成员都发动了自己的能力，雷电、火焰、冰锥、锋刃，还有无数机枪火炮如雨点般朝着巨树飞去。而我这边也不甘示弱，机枪、AK、导弹同样如骤雨般向着巨树攻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巨树再次开始震动，随后金光一闪，所有的攻击瞬间凭空消失。不过这一次我们都做好了准备，待到巨树恢复平静后再次发起了攻击。就这样持续了好几波后，我突然发现巨树散发出来的金光已经变得无比微弱，即使再次发动，也没有把我们的攻击全部扫除。见状，我和17没有犹豫，倾尽所有能量发动了2发终极炮弹。下一秒，震耳欲聋的响声传来，只见巨树的根部出现了一处巨大的破洞，巨树严重受损的同时也彻底苏醒了。下一秒，大地再次颤动起来。不好！
他要发动精神攻击了，赶紧退后，靠得越近，收到的伤害就越高。可紧接着大地开始出现裂痕，无数的枝蔓根茎拔地而起，朝着众人发起了攻击。有几辆车被当场刺穿，还有不少车直接被根茎击飞。只是一瞬间，17的人就死伤惨重。该打！17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随后他疯狂发动锋刃扫向周围，砍下几片藤蔓后救下了几名成员。可其中的几发锋刃误伤到了我的肌肉战车，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我冷笑一声，下一刻就发动了赤炎热浪。只见战车之上红芒闪过，随后周围便燃起熊熊烈火，无尽的热浪席卷而出。巨树和在场的其他车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。更可怕的是，火焰正在不断蔓延，点燃了巨树刚刚召唤出的枝蔓根茎，连巨树都开始不断颤抖，难以适应赤炎热浪的极限高温。这就是赤道炼狱获得的魔块吗？这威力也太可怕了！韩墨和无痕二人大为震惊。这个魔块单论威力可能不如金属重炮，但是这是范围性技能，在如今的森林之地，威力也得到了指数级别的增强。你在干什么？快给我停下！另一边的17急了，虽然他的坦克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但是我的赤炎热浪对他的小弟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那你刚刚放锋刃的时候怎么不停下？我那是误伤，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一样，这只是个意外。见状，17也不再保留，他的坦克周身突然爆发出无数的冰雪，与热浪对抗的同时，也对这巨树发起了进攻。冰雪坦克才是他那辆精品车的真命，冰与火的交融，使无数的根茎当场破裂，巨树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随后他发出嘶吼，下一秒无尽的酸雨就从空中落下，受到波及的车辆都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蚀。就这一炮啊！这时我和17同时发射出了终结的一击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2发炮弹便命中了巨树最脆弱的地方。原本恐怖的酸雨也在这一刻停了下来，但巨树并没有消亡。坏了，这竟然还不嘎吗？这一击之后，我和17也已经是油尽灯枯。要是巨树再次发动枝蔓洪流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打击了。我急忙跳下车，掏出大菠萝准备进行补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巨树却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鸣叫，下一秒爆发出了一股超燃的能量波动，随后2道金光就覆盖住了我和17的车辆，而后巨树突然凭空消失，而我和17也和巨树同时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。怎么回事？小瑶人怎么不见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首领到哪去了？众人根本找不到我们俩的任何踪迹，直到他们抬起头时，才发现在半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片金色方块。这里是哪？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，只见四周都是壁垒，但我惊讶地发现四周有着不少守护阵，而阵中摆放着品质各异的宝箱。难道巨树已经嘎了？顿时我欣喜若狂，本以为要放手一搏，结果现在进入这个神秘空间里，所有的宝箱都唾手可得，足足有4个紫色宝箱和1个金色宝箱。可就在我收下宝箱的下一秒，身后一道声音传来：“是你！”我转头望去，只见17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的背后。他看着空空如也的守护阵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可恶，快把宝箱都交出来！闻言，我只是冷笑了一声。要是在外边面对他的坦克，我可能还忌惮3分，但是在这个神秘空间内，车辆和武器都被禁用了，而我却拥有转职战士热能体魄的加成，收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还是简简单单的。而此刻另一边的17彻底急了，本来他在精品坦克的加持下一路顺风顺水，可半路却杀出了个肌肉战车，这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胜负心。但是如今他发现他的实力并不在我之上，他也获得过几个自评宝箱，但由于概率太低，他并没有开出几个自评模块。在模块和技能方面，明显是我压他一头，所有的不甘和愤怒都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你真该死！他趁着我不注意，全力挥出了一拳，可下一秒他却傻了眼，只见我只是抬起胳膊就轻松格挡了他的攻击，反手一脚就把他踹飞了数米远。见状，17震惊不已，这怎么可能？同样的等级你怎么会比我强这么多？难道你是特殊职业？你倒是挺聪明，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这种劲敌要是不趁早铲除，以后恐怕会成为心头大患。几轮交锋过后，17明显陷入了下风，再也没有了刚开始的狂妄和潇洒。永别了，17兄！我全力挥出了一拳，可下一秒2人都愣住了。你怎么还没死？我为什么还没死？2人都有些懵，呆呆地看着对方。下一秒2人都意识到了什么，指战规则。我们传送的此地是受到巨树散发出的金光的影响，看来那股能量还携带着指战规则。检测到宿主位于特殊空间，此地附带指战规则，由旧神的诅咒和中烟之地的规则融合而成，受影响的单位会免于一切伤害，本空间无法被主动打破，需要空间外的人自愿贡献出一定的寿命才能破开诅咒。巨树的诅咒吗？它果然还没彻底消亡，若是一直被困在这里，迟早会因为缺乏食物和水而死亡。哈哈，我活下来了，你战胜不了我的。等我出去了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能出去再说吧，寿命这个东西，有几个人会自愿给你的？靠暴力和残忍组建的团队是走不长远的。而此刻空间外的人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我早就受够这里了，老大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，与其每天担惊受怕的活着，不如一走了之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一时间17的团队乱作一团，许多成员纷纷驱车离开。这就是你的组织吗？我看不到丝毫的凝聚力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带着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，他们只是你的吸血鬼，而我的朋友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啊！此刻空间外的无痕和韩墨看着空中的金色屏障，对视良久。小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估计我们2个人的力量不够破除这个诅咒。没错，那就问问群里还有没有人愿意来帮忙吧。家人们出事了，小瑶被诅咒困在特殊空间里了，需要几个人贡献寿命才能破除诅咒。我们2人的力量不够，想问问还有没有人愿意来。发出消息后的2人静静等待着众人的回应。而与此同时，一起搜刮物资的猴哥和大运王哥注意到了群里的消息。神陨之地吗？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该死，小瑶被困住了。猴哥，现在怎么办？2人对视无言，但行动却说明了一切。2辆车以最快的速度踏上了营救的道路，你们撑住，我和猴哥马上到。而另一边的自行车小王也注意到了消息。什么？趁我不再欺负我队友，忍不了，根
根本忍不了。随后他开启了自行车的战旗模式，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少了我？正在路上，注意到群里的消息，我彻底放下了心来。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的战友。而一旁的17则是彻底傻眼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老弟，你还有什么遗言不？身上的金属币用不上了，不如给我吧，毕竟都是哥们。还有你的坦克车记得取消车主权限，不然可就浪费了。闻言17沉默良久才开口，我一定会离开这里的，下次见面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而很快，我的队友们就陆续到达了。自行车小王是第一个到的，很快就被无痕和韩墨认了出来。没办法，毕竟目前中烟世界的自行车玩家仅此一个，甚至比精品车还要稀有。没过多久，猴哥和大运王哥也到达了现场。随后他们站在了金色方块的正下方，下一秒众人便感觉一股力量席卷全身，而后我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感谢兄弟们的帮忙，姚兄不胜感激啊！我用金属币修复了现场许多报废的车辆作为谢礼，其中还有2辆自品车和许多模块，这些你们拿去平分好了。经过一番分配，众人都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。至于17的坦克，由于我们没有牵引工具没法运走，想要销毁的话又被指战规则所限制，迫于无奈我们只好选择放弃。走吧，离开怪异森林后我带你们一起升级。随后我们一起离开了现场，而我们的举动都被空间中的17尽收眼底，他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直到数小时后，17突然感知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望去，只见几辆车朝着他的方向快速靠近着。那帮人也太不讲义气了，怎么能丢下老大就跑呢？再怎么说我这条命也是老大救的，先把他救出来再说。感受到空间的异动，17绝望的眼中重新焕发出了光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带着众人一起打怪升级，终于10级了，太爽了，跟一件扫荡一样。一辆精品车带着众多自品车，一般规模的小镇我们进去就是碾压。现在第1区的材料就不够我们升级了，我们要前往希望谷开启第2区的探索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分散开来？6个人走在一起，怕是太过张扬，容易被别人盯上。行，那我们就化整为零，到时候希望谷会合。和众人道别后，我继续沿途打怪升级，没过多久也把我的肌肉战车升到了10级。随着等级的提升，我的特殊职业技能也得到了觉醒，格斗精通等级2，提升格斗技巧，更容易察觉敌人的攻击并对其进行反制。烈火战士等级2，战斗时使体表燃烧阵阵火焰，对周围的敌人持续造成灼烧伤害。子弹创造等级2，可主动消耗材料，制作出不同规格的弹药。火烧赤壁等级2，火属性模块造成的火焰可以进行串烧增强。这次一共觉醒了4个新技能，这也使得我的战斗力获得了指数等级的提升。好久没开箱了，我看向这几天来打怪收获的宝箱，心里无比的满足。很快所有白色和蓝色宝箱就被我开完了，其中都是各类食品和普通模块。接下来我继续开启几个紫色模块，枝蔓洪流，紫色，消耗能量产生大量树枝，若附近本身就存在植物，那么可以对其进行直接控制。这不就是我之前遇到的那个巨树发动的技能吗？当时更是直接限制住了2辆精品车的发挥，这技能的潜力还是挺大的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种木系技能可以很好的和我的火属性相配合，可谓是强强联合。接下来我继续开启宝箱，树界降临，紫色，使用后生成一片林地，能够快速吸收环境中的中烟力量并转化为能量源，冷却时间1昆时，快速补充能量源，这个不错。还记得上次攻打巨树的时候，就一度面临能量源耗尽的情况。接下来随着等级的提升，对能量源的需求只会更大，而这个模块能够大大提升我的续航能力。收下后我开启了精品宝箱，指战令牌，金色，功能1，可生成指战光芒，瞬间清除一切对自身有威胁的攻击。功能2，生成指战空间，覆盖周围1000米，持续期间赋予内部所有生命体无敌状态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上次巨树发动的能力吗？指战规则的威力我可太清楚了，它仅仅是发出了一道金光，就把我和17联手的终结一击完全拦截。而后在特殊空间内，我杀不死17也是指战规则导致的。17要是没死，下次再和他对炮的时候，我就能用一发金光把他连人带车一起掀翻。我刚收下模块，就收到了聊天频道的呼唤，我还以为是群友们在分享新的物资点了，但我打开后脸色却瞬间大变。小姚小心，我们被兽神殿的人盯上了，我怕是逃不掉了。他们有伽马级别的玩家，你先别来希望谷了。又是兽神殿，我联想到了炼狱遗迹的旗下，他不是被我干掉了吗？怎么兽神殿还没解散？闻言一旁的带土做出了解释，兽神殿是个老组织，真正的首领是第2区的一位强者，而且他的成员肯定没有全军覆没，估计你们早就被他们通缉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现在看来兽神殿的人是盯上自己了，毕竟之前跟他们结下了梁子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给我发来了私信，小姚，你的朋友已经在我们手里了，要是想救他的话，就加我好友，一会我给你发位置。随后他又发来了一张图片，但看到图片后的我瞬间不淡定，那是韩墨被拷打后伤痕累累的画面。该死的兽神殿！我勃然大怒，如今除了仇恨，我的实力恐怕才是引来兽神殿的主要原因。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低调行事，但拥有精品战车的事早晚会暴露。一个拥有特殊职业转职凭证和各类极品模块的人，被人盯上也是迟早的事。韩墨只是引出我的诱饵，他们真正的目标从来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自己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心情之后，主动加上了那人的好友。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认识你，你在第1区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啊！废话少说，你们想要干什么就直说吧。想不到你还挺重情义的，怪不得你那朋友被打成这样都不肯开口。我们想要的很简单，一个特殊职业转职凭证和一辆自品车，我们就可以
以放人。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有转职凭证？炼狱遗迹最后只有你们几个人活着出来，就已经说明一切了。这一次我们只是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交易结束后，我们保证不为难你。你们在哪？我现在就给你们送去。小姚大佬果然够胆量，我这就给你发定位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只准你一个人过来。但凡我看到第2辆车，你的朋友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真的要去吗？据我了解，兽神殿组织的实力不容小觑，首领已经是伽马5级的强者了。你觉得他们会倾巢出动来处理我这么一个小角色吗？这倒不至于，集体出动的话动静太大，这对他们的行动也不利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说只是几个小喽啰，那么我也会用肌肉战车教他们怎么做人。这时精英群里也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小姚，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听说韩墨被兽神殿的人抓住了，我也看到了，这帮家伙真是坏事做尽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先别急，打探一下情报再说吧。群友们纷纷发言表示要帮忙，你们不用过来，只需要帮我打探下他们这次出动了多少人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在等待消息的同时，我也调转车头朝着交易地点驶去。韩墨我必须救，再怎么说他也贡献了20年寿命帮我解除了封印，这份人情我得还。另外，兽神殿盯上的人自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，就算韩墨没被抓，他们也迟早会找到我头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笔账我必须和他们算清楚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要是真的难以应付，我会先逃走。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灭掉兽神殿的所有人，一个能在第1区收拢所有资源，救神都能打跑，就连精品坦克都忌惮3分的人，可不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碰死的。查到了，昨天豹王带着10几个人离开了希望谷，他是个子品车主，模块数量众多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？不用来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早把你们当兄弟了，不能眼睁睁看着韩墨受罪。说得好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，这种大事不带我是吧？还是不是兄弟了？我的自行车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我不会退缩的。见到众人的表现，我内心一暖，但我真的不想更多人因此受到伤害。就算他们来了，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反而会受到波及。这次我一个人去就够了，正好试试我开出的几个新模块。要是需要帮忙，随时在群里喊，兄弟们随时到。众人见我的态度坚决，也只好作罢。融合完新模块后，只见车身光芒一闪，我驾驶着黑暗战车疾驰而出。此刻某小镇中已经停满了几10辆车，一名黄发青年面带笑意，你叫韩墨对吧？你觉得那个小姚真的会来吗？我倒是希望他别来，终有一天你们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闻言，黄发青年轻蔑一笑，区一个第1区的玩家罢，我们兽神殿里随便派出一个他都难以招架，更别说这次出马的是我们的豹王了。那是一位褐发男子，披着风衣，神情冷酷。这时他发出了最后的警告，我已经给他发去了位置，如果小姚在2个半小时内没有抵达，那么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。要是你能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，或许我们能饶你一命。韩墨在被抓后，兽神殿的成员也动用过一些手段，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一丝屈服的迹象。算你是个硬汉，但是那个小姚就不一样了，没准早就抛弃你前往希望谷了。你确定要为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付出生命吗？闻言，韩墨却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没有回应一句话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我们就看看你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。豹王叹了口气，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信念支撑眼前的人到现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机车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，这动静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随后只见一辆黑色机车正朝着他们疾驰而来。老大，咱们要不要动手？豹王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不着急，我们静静地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就好。而来者毋庸置疑，正是我。黑暗机车上的保护盾早已开启，带土和变异獒犬都坐在我的身后，在距离人群100米开外的地方，我缓缓停下了车。你就是小姚吧？既然敢赴约，为什么不赶过来？而我则是细细打量着众人，很快我就注意到了倒在地上望着自己一直摇头的韩墨，似乎是在示意我赶紧离开。我们这是交易吧？你把人放了，我就过去。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主动离开的能力了。众人在看见我的子品摩托后，便放松了下来。他们确信，只要我踏入他们的包围圈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一过去，不就被你们包围了吗？放心，我们只要转制凭证和子品车，只要你听话照做，我们不会为难你。希望你们能遵守承诺，不然我就算是自爆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闻言，豹王只是冷笑了一声，要是自爆真的管用的话，韩墨就不会被他们抓住了。所有人都觉得胜券在握，只有黄发青年觉得有几分古怪。老大，这会不会太顺利了？这家伙按道理来说应该实力非凡，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传说职业。在听说旗下在炼狱遗迹被我拿下后，他就一直对我忌惮3分。在他看来，我的实力应该十分恐怖才对，又怎么会轻而易举就进入他们的包围圈呢？你多虑了，传说职业连精品车主都不一定能得到，更别说只是一辆自品摩托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我跳下摩托，来到了韩墨的跟前。兄弟，我来晚了，还能坚持住吗？闻言，韩墨点了点头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小姚，我没事，但是你不该来的，这里很危险。没关系，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听到我说的话，豹王有些诧异，明明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，一个瓮中之鳖何谈顺利？此刻只有黄发青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小心，快动手！众人反应迅速，举枪对着我扣动了扳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原本停放在一旁的摩托车竟凭空消失，下一秒，巨大的肌肉战车便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力量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方才所有的攻击都被绝对防御弹飞了出去。我在玻璃窗下俯视着众人，今天你们都得付出代价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是精品车！兽神殿的小弟们脸色骤变，万万没想到会出现如此的变故。豹王也是震惊不已，但是很快，这种惊讶就被贪婪所覆盖。大伙一起上，拿下他的人有重赏。精品车在这中烟世界里一直是有价无市，比转职凭证和子品车珍贵上不知道多少倍。而下一刻，各类属性的攻击就从四面八方朝着我的战车袭来，但我却是丝毫不慌。下一秒，只见一面红色光罩凭空出现，将所有的攻击一一拦截。见状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就这点程度吗？我还没使出全力呢。”随后，只见我的战车顷刻间变得赤火，周围烈火熊熊燃烧，赤炎热浪这个大杀器被我释放了出来。在我升到10级后，战车
车再次融合了一些火系模块，这也使得如今赤炎热浪的高温比当时跟巨树战斗时还要恐怖，直接达到了惊人的650度。热浪产生的冲击力甚至让周围的房屋都出现了裂痕。但豹王身为伽马3级的人物，防御力也是惊人，硬生生扛下高温伤害的同时，还发动了他的紫品模块。一时间四周狂风大作，将四周的火焰统统吹灭。我这可是顶级的风系模块，你的热能对我根本没用。下一秒，狂风卷起黄沙，凝结出铺天盖地的风刃，如同骤雨般向我袭来。我的防护罩瞬间被打碎，肌肉战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。你的反抗毫无意义，就算你是精品车，你的能量源也肯定没我多。你确定吗？那要是真比你多怎么办？下一刻，无尽的枝蔓就从地底蔓延而出，瞬间缠住了在场的许多车辆。而不知何时，我的车身周围形成了大量的枝叶，正源源不断的给我输送着能量源。能量恢复模块，见状豹王直接懵逼了。而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我的车顶不知何时竟凝聚出了一个金属炮台，巨大的能量正在炮口中积蓄。注意到这一幕的豹王脸色骤变，无尽的恐怖在他的内心翻涌。就在他想要逃跑之际，密集的枝蔓不知何时已经将他的车身紧紧缠绕，任凭他耗尽所有能量源，也还是动弹不得。放弃吧，你逃不掉的。等等，此刻的豹王彻底没了开始时的锐气。我可是兽神殿的护法，你不能对我动手，否则兽神殿会找你麻烦的。可回应他的只有一发蓄满能量的炮弹。随着爆炸声响起，豹王成功领取了盒饭。解决完所有威胁后，带土对韩墨进行了救治。万幸的是他并无大碍，我也放下了心。可这时精英群聊却炸开了锅，小瑶出大事了！听说兽神殿有10几位成员突然音讯全无，希望谷这边传得沸沸扬扬，你们那边还好吗？放心，已经搞定了，韩墨也被我救下来，没有人员伤亡，没事就好。你们来希望谷的路上注意安全。我怀疑你有精品车的事情已经暴露了，万事小心。兽神殿知道了也没关系，毕竟现在精品车已经不是我的唯一底牌了。各类强力的极品模块才是我目前战力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兽神殿若再敢来犯，我也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吸收完现场的材料后，我把豹王和韩墨的紫品车用绳子牵引在了摩托车的后方，随后朝着希望谷进发。而另一边，希望谷内花草树木一片翠绿，和死寂的中烟世界截然相反，内部车水马龙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在山谷的入口处驻扎着几辆汽车和数位看守者，他们都是希望谷城邦的人，负责在这里维持秩序和登记人员。这新一批的不行啊，才存活下来1000人，我们那期可是活下来3000人了。但我听说这一期有个狠人啊，一个人就灭掉了第1区的2大组织，还通关了1季考核，成为了特殊职业。你说的是那个小姚吧？那货确实不一般，但特殊职业想发挥威力，至少也得先升到20级才行。现在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来。最新情报，豹王出事了，据说是栽在第1区那个狠人小姚手里了。闻言，他们都有些震惊。不会吧？豹王他可是伽马3级的高手，怎么会被区一个第1区的新人拿下呢？众人正欲讨论，却都被门口的动静吸引了注意。只见不远处，一辆摩托车正在烟尘中疾驰而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没看错吧？这是3辆紫品车。等等，其中的一辆好像有点眼熟。人群之中，一位老者神情肃然，注意力同样落在了这位外来者的身上。而即将抵达希望谷的，毋庸置疑正是我。您已进入希望谷区域，中烟世界第1区任务完美结束。希望谷内，玩家可以不受中烟力量影响，随时下车行动。离开希望谷，抵达第2区后，中烟辐射会变得更加浓厚，但同时车辆吸收能量源的效率也会提升。望着远处山谷中的都市，我的内心也十分震撼。此前就听说希望谷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，是中烟世界中为数不多安全的落脚点。看来此话不假。随着我向着希望谷继续行驶，街边也出现了许多围观的玩家，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来到了城门旁。这时，一名军人模样的人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我们是希望谷联邦纠察队的。首先恭喜你存活到了现在，接下来请你过来跟我做一下登记。我对这套流程早有耳闻，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个兄弟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指了指之前受伤的韩墨，随着对方下达命令，立马就有2名身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抬着担架把他送进了医院。看见韩墨得到救治，我也是松了一口气。我们要登记玩家的名字、车辆信息和 ID， 希望你能配合。小姚，紫品摩托，编号114514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周围顿时变得嘈杂起来。我就知道是他，3辆紫品车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那不是豹王的车吗？他这明摆了是挑衅兽神殿啊！人群中自然少不了兽神殿的成员。小姚，那是我们组织的车，请你立马归还给我们。这是狮王，兽神殿的首领，伽马5级的强者。有人说出了他的身份。闻言，我缓缓转过头，丝毫不在意对方愤怒的表情。你不应该先问问这车是怎么到我手上的吗？这与我无关，但属于我们的东西谁也不能夺走，否则你将承担你无法承受的后果。那就走着瞧吧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一丝退让的意思。不愧是第1区的顶尖人物，竟然敢跟狮王唱反调。我倒是好奇他是怎么解决豹王的。周围的人议论纷纷。就在狮王还想继续说点什么时，耳边却传来了一道沉重的声音：狮王，我记得我提醒过，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踏出希望谷的入口吧。此言一出，周围嘈杂的声音瞬间停下，狮王也收起了刚刚那副狂妄的模样。张组长，你听我解释。行了，这次不追究你，下不为例。闻言，狮王松了一口气，灰溜溜地退回了人群。张组长十分看好我，而我的表现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堪称是有史以来的最强新人。小伙子干得不错，请跟我来吧。随后我来到了张组长的帐篷内，里面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看起来十分整洁。我是联邦派来镇守整个希望谷的负责人张生，等级是伽马10级。伽马10级，我有些惊讶，这个等级已经是第2区的极限水平了。你好，我是小姚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久闻大名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等你。闻言，我有些懵逼，你应该是传说职业的拥有者吧？我点了点头，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传说职业这件事，就连最亲密的队友我都没有过多透露，是个烂在肚子里的秘密。但这位在远在第2区的联邦组长又是从何得知的？放心，盗密者你不认识，而且对你也
有善意。你觉得我们联邦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？听到这话的我眉头紧皱，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是谁暴露了我的秘密。而对于张生的组织邀请，我则是一点都不意外。进入第2区的玩家通常都会加入一个组织，不光是为了有个依靠，更重要的是组织能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和福利。第2区的区域比第1区更大，组织能够更快地探索地图，掌握更加全面的地点信息。我摇了摇头，给我几天考虑时间吧。闻言，张生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早就猜到了我的答复。行，那你先休整，等有空我再来找你。另外，兽神殿的事你不用担心，希望谷里没有人能挑战联邦的权威，只要你不离开，就一切安全。告别张生后，我继续向着城内驶去。期间也有许多组织向我抛出了橄榄枝，但都被我一一回绝了。就连最强大的组织我都没有答应，更别说这些小组织了。期间我还询问了带土关于林的消息，但他则表示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复他的消息。他不会是把我骗了吧？不可能，林才不是那样的人了，可能是最近有事忙着吧。他可是天行组的首领，伽马5级的精品摩托车拥有者。闻言我双眼一亮，精品摩托车有点意思，看来又是个不错的人脉。随后我们来到了城内，城镇系统也直接自动觉醒，里面是一个存储空间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存放车辆。希望谷的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周围的建筑都显得十分大气，这对于每天经历末日旅行的我来说，无疑是很新奇的一次体验。我在酒店开了个房间用于休息和存放物品，随后联系上了大运王哥，把紫品车交给他去售卖，还抽空去探望了一下韩墨。据医生描述，他恢复得很好，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期间还和比较了解城邦规矩的猴哥约了个饭。小姚，你加入组织了吗？还没，我还在考虑。猴哥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能加入就趁早加入吧，城邦内部的组织资源十分充裕，比第1区那些组织要强大很多。组织有2种加入方式，一种是正式加入城邦，而第2种是以合作的方式加入。前者的好处多，同时限制也多，而后者则是恰恰相反。精英群里的几人选择的都是合作模式，我对此也表示认可，因为我也对后者比较感兴趣。这就相当于把联邦当做了一个平台，既可以相互合作，同时也不会受到规则的过多限制。但我现在搞不懂的是，联邦存在的意义何在？守护地球，世界和平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联邦内部肯定有泥泞存在，但是它的初衷是好的，大家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。最终的目标就是解除中烟世界，否则终有一日，地球也会被中烟世界彻底同化。听到这话，我也有些惊讶。我回想起了之前自己遇到过的地点，无论是军工厂、钢铁厂，还是各种小镇，怎么看都像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地方。你猜想的没错，其中大部分地区都是地球里真实存在，但被中烟世界投影出来的。所以联邦的意义就是解决中烟世界给地球带来的危机，从而拯救世界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。此刻我已经彻底理解了联邦的意义。就目前而言，它的初衷和我的目标也是完美契合的，这也让我再无顾虑。而就在这时，几副熟悉的面孔也来到了我的跟前，来者正是我的几名队友，他们也都顺利的通过了第1区的考验。我们互相庆祝，分享着这份喜悦，直到深夜才不舍得分离。但这一天，希望谷注定不再平静。关于我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愈演愈烈，什么孤身灭掉2大组织，越级反杀暴王等等，众人都没料到第1区出现了这样的猛人。不过第2天一早，聊天群里就出现了更加炸裂的消息，你们快来城门看看，那个新来的开的是坦克吗？我的眼睛差点被亮瞎了。我勒个豆，精品坦克，那你直接无敌了呀！围观的人群纷纷来到城门口，看着那辆疾驰而来的精品坦克，都是一脸的震惊，而我却是一眼认出了这辆坦克。难道是17？他居然还活着？要说第1区谁能开上坦克，估计也就只有这个家伙。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摆脱了救神的诅咒，这样可不行。17可是知晓我全部实力的，万一他把我的底牌都告诉兽神殿，那我的处境就十分危险。可是目前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也只好听天由命。万幸的是，关于我的秘密没有被任何人提起。没过多久，张生再次找到了我，表示我的信息已经被他瞒了下来，让我不用担心。而我则是以合作的方式加入了城邦。随后我把豹王的车和一些没用的物资和张生进行了交易，最终获得了将近500万枚金属币。我用这些金属币购买了大量模块净化液，这玩意售价5000一粉，可将1阶模块净化到2阶，消耗的数量随着模块等级的提升而逐渐增加。我一口气把现有的紫品模块都进行了升级，誓言热浪范围提升到500米，极限热量1200度，爆发威能大幅度增加，金属重炮最高可凝聚1.2万能量源，蓄力时间减少50%。金钟罩释放8000能量源的防护屏障，屏障破碎后给予车身3秒的无敌效果。枝蔓洪流，枝蔓附带硬度强化和快速生长属性，树界降临，减少树界生长时间，能量吸收速度翻倍，这属性也太夸张了吧！我有些震惊，仅仅是给紫品模块升了1级，我的实力就得到了好几倍的提升。现在要是再次遇到伽马3级的豹王，我随便动用几个模块就能打得他满地找牙。随后我开始在联邦商店里采购模块宝箱，里面有卖蓝色模块宝箱的，售价是2万金属币一个。没一会我就又收获了一堆模块，有功能型的模块，也有进攻型的模块。兽神殿是吧？等我再发育，到时候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杀戮机器。而事实上这几天兽神殿也十分嚣张，他们的成员不止一次在群里放话让我交出豹王的车，并当众向他们道歉，否则我一旦离开希望就是他们清算的时候。但我却是不以为然，不知道一整个兽神殿的资源够我升多少级呢？就在我思考应对策略时，一条好友申请打断了我的思绪，申请者正是17，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下来。小姚，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来和平餐厅一趟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，别拐弯抹角的，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吧，不想来就算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迟早会超过你的。另外关于你的事，我不会向别人提起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待到伽马10级，我会向你发出真正的挑战。可以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希望你能活着见到变强后的我吧，别在半路被兽神殿的人收拾了。闻言，我只是笑了笑。17确实是个强者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被我打败的人跟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随后的几天，我对肌肉战车进行了装修和扩容，在车内增添了储藏室、厨房、武器库等等区域。此外，还采购了一大批物资，精品蔬菜、水果，各类肉食应有尽有，柴米油盐也配置了不少，各种生活用品、牙膏、牙刷、被套、衣物更是数不胜数。在此期间，我还了解到第2区出现了一个 SSS 级的遗迹，天行组的首领林受困其中。在张生的准许下，我正式开启了第2区的探索。在我离开希望谷的时候，我注意到暗处有几个兽神殿的人紧紧盯着我的动向，但我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，因为目前兽神殿的高手们也在忙着攻略那个遗迹，根本派不出强者来对我实施抓捕。没过多久，一排建筑就映入了我的眼帘，前方到达地点，建筑楼群和第1区相比，这里的建筑更加庞大和完整，但同时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丧尸。尸妖等级12，具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丧尸，但意志还会遵从嗜血的本能，身体素质与超人相当。随着地点等级的提升，其中丧尸的等级和数量也会逐步提升。这时我凝聚出金属重炮，炮口中无尽的能量蓄势待发。随着我发出发射指令，下一秒能量炮弹便激射而出，卷起无数尸体残骸的同时，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坑。威力果然不错，蓄力时间大幅缩短后，还能连续发出多发炮弹。远处的丧尸注意到动静后，嘶吼着向着我的战车袭来，而我却是选择了最原始的能力，把它们全部当做了减速带。一直保留着的尖刺模块，如今已经可以360度全方位无死角，包括车身，防御力也是杠杠的。把道路上的丧尸解决干净后，我掏出大菠萝进入了楼内，准备清理内部的丧尸。而我双职业的优势也在此刻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进入大楼后，我的体表燃起了阵阵火焰，而我自身却免疫了火焰伤害，感受不到任何温度。但楼内靠近的丧尸都因受不住高温而惊恐后退。见状，我直接使用了远程火系技能火焰附魔。随着大菠萝的疯狂扫射，许多丧尸被射穿的同时，身上还燃起了浓浓烈焰，火焰还在多个目标之间开始串烧。这是火烧赤壁模块发挥了作用，顷刻间楼内便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内部的丧尸数量也快速锐减，取而代之的是我身上宝箱数量的迅速增加。我越过火海，并在意念的控制下让火焰熄灭，随后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。很快我就吸收完资源回到了车内。可就在这时，沉寂已久的变异獒犬却突然跑出了肌肉战车。只见它来到街道上死亡的丧尸旁，下一秒丧尸便消失不见，而变异獒犬的等级却获得了提升。难道说变异獒犬可以通过吸收中烟生物的能量进行升级？这也太强了！我正愁找不到方法提升它的等级呢。又经过一番探索后，我们离开了这个建筑群，朝着 SSS 级遗迹钢级之岭继续前进。路上空闲的时间，我准备开启刚刚收获的宝箱。誓言蓝色，为车身镀上一层腐蚀外衣，每次攻击有30%概率施加溃烂效果，使目标持续受到暗影伤害。旋转齿锯蓝色，在车头安装一个齿锯，每次命中会施加流血效果，并附带30%破甲功能。车载无人机蓝色，每3秒标记半径50米内所有敌方单位，被标记的目标额外受到20%的伤害。第2区的模块果然是比第1区丰富许多，不过大多数模块的功能都有所重复，我留下了一些比较稀有的模块，剩下的都用于出售。此后还对肌肉战车进行了升级。升级提示：当车辆到达20级时，车体会与玩家进行初步融合，届时车辆会获得玩家自身属性和职业的完美增幅。这提升也太多了吧！体型、速度、防御、能源都提升了1.5倍以上。随后我还将升级获得的50点属性点进行了分配。准备好一切后，我换上了黑暗战车，朝着 SSS 级遗迹钢级之岭的方向驶去。穿越公路求生，开局分配随机品质车辆进行生存。当所有人都开着劣质车艰难求生时，我却开出了金色品质肌肉战车，直接在丧尸群中横冲直撞。只因我觉醒了欧皇刷新系统，每次开箱都可以刷新10次，且第10次刷新必出紫色及以上的奖励。就在刚刚，我换上了黑暗战车，朝着 SSS 级遗迹钢级之岭的方向驶去。肌肉战车升到伽马等级后，外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周身的尖刺变得更加锋利，轮胎也升级成了履带，大大提升了车辆在复杂地形的机动性。在路上，我还联系上了大运王哥，让他陪同我一起前往钢级之岭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来到了遗迹入口，检测到此次为3人小队，已开启小队战场。随着声音落下，我们被瞬间传送到了一处山林中，其中长满了枯木，密密麻麻的排列开来。欢迎来到钢级之岭遗迹，本次为闯关式试炼，每次通关都会有额外的奖励。随着关卡难度的提升，奖励也会变得愈加丰富。这时我们走下车，仔细打量着遗迹的内部。据我了解，刚开始的关卡都是战斗型关卡，怪物数量也不会超过10只，只要击杀完关卡内的变异生物，就能顺利通关。听你这么说，感觉也不是很难啊。但这只是第一关的难度，后面的关卡只会越来越难。不只是变异生物的强度会提升，环境中的荆棘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伤害，而且这种特殊荆棘的锋利程度和硬度都十分可怕，很难被一般的火焰点燃。一旦被荆棘困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了解完遗迹的基本情况后，我打开了关卡的规则提示，奖励由紫色宝箱到蓝色宝箱不等，并且每15天会根据闯关排行分发奖励，而且据说这里的宝箱爆出的物品会更加稀有。这下更不用说了，这排名名次我必须拿到。我粗略看了下排名，榜上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人物。稍作休整后，我们来到了安全区，期间
间还遇到了林，他按照契约约定给了我一些宝箱，随后我们便开始了一记挑战。此刻荆棘林中不时传出阵阵兽吼声，下一秒几只兽形怪物便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奇怪的是，它们的身上居然覆盖着一层金属。金属兽等级伽马1级，由金属和血肉组成的变异生物，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超高的防御力，战力不俗。见状，我决定依据环境优势使用枝蔓洪流，激活后周围的荆棘纷纷散开，凝聚成了一根根尖锐的矛枪，刺向了远处的金属兽。金属的硬度根本不敌荆棘的锋利，许多金属兽直接被扎了个透心凉。好家伙，这才几天不见，你居然有这么强力的模块了！不必惊讶，这只是我的冰山一角而已。清理完变异生物后，肌肉战车继续向前行驶着。这第一关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压力，系统也爆出了蓝色宝箱的奖励。接下来我继续闯关，而此刻另一边安全区内，天行组的成员正关注着我的动态。据说这个小瑶很厉害，看看他闯到第几关了。可众人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的名字，直到有人惊呼道：“我勒个豆，小瑶已经闯到第10关了，而且通关时间是相同关卡里最短的，仅用了半小时。而反观第10关第2名则足足用了1天的时间。”闻言，天行组的首领林也被惊呆了。要知道他当时都用了接近2个小时才通关第10层，这个小瑶只用了半小时，未免太夸张了点。而一旁的17也一直盯着我的排名，这也太快了，这家伙现在到底有多强？很快，关于我的事迹就被传开了。666开挂不叫我，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闯到12关了，这速度堪比赛车啊！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懵逼了。要知道这里实力最强的几位玩家，也至少要花费2个小时才能打通我所在的关卡，我的速度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。而此刻关卡内，我的肌肉战车正爆发出无尽的威能，枝蔓洪流、金属重炮、锋刃都被我一并使用，直到最后一炮轰开挡路的兽群时，一记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：恭喜玩家小瑶通过第12关，获得蓝色宝箱，全随机。是否开启下一关？视角一转来到某处，一名赤发男子从闯关空间传送了出来，这正是火神教的首领，3大传说强者之一的火神。他拥有着一辆精品防爆车，仅用6天就闯到了第60关，这个战绩可以说是十分耀眼。这时一旁又出现了一个传送门，一名3眼青年走了出来，他是3大强者之一的欧神，实力同样恐怖，闯到了第59关，被众人以欧皇著称。他在第1区就开到了精品装甲车，新手宝箱还开出了精品武器3尖2刃刀。2人像往常一样进入了安全区，但此刻里面的所有人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排行榜。不是吧，2个小时就把我超越了？我都进来2天了，太恐怖了！这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火神和欧神有些诧异，经过询问才得知，有个人1小时内闯过了16关。起初2人还不肯相信，直到看见排行榜上的数字时，才彻底懵逼了。小瑶小队第16关，用时40分36秒。此刻秘境内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7关。不远处，一只金属兽正朝着我们低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已经出现了伽马2级的金属兽，它们的体型更加庞大，看起来像是远古时期的恐龙，气势惊人。就在这时，2级金属兽朝着我们释放出了几发水盾。见状，我激活了几道锋刃，轻松化解。随后2发金属重炮就送他们上了细天。这一击也不行啊，感觉根本没什么难度。趁着恢复能量源的间隙，我决定开几个宝箱试试水。金属武装，紫色，高度硬化车身，关键时刻可以使车身变形，战斗时更加灵活。这不就是变形金刚吗？这机甲我喜欢。车身减震器，蓝色，为车体增加气阻材料，大幅减少车身受到撞击时的冲击。这个也不错，毕竟现在国道上的减速带越来越硬了，这个装置能让我更加肆无忌惮的冲撞。机械飞爪，紫色，为车体增加飞爪，可拾取掉落物品或抓起变异生物，距离500米，承重限度500千克，以后就可以在车里操控飞爪捡道具或打怪，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。随后我又开启得到了一些模块，随着模块的融合，肌肉战车的体型再次得到了提升。小瑶，看来你又开到不少好东西了，你这肌肉战车简直就是怪物一般的存在。而事实上，现在的战车压迫感十足，其实跟怪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这才只是开始，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，我打算继续闯关，不浪费1分1秒。这个一季的奖励太丰富了，一定要拼尽全力才行。这会儿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1关，此刻一季内金属兽的数量已经来到了200只左右，伽马2级的金属兽也出现了足足3只，但我丝毫不慌，因为击杀它们对于我来说毫无压力。可就在我思考之时，一头巨兽突然从林中闪现而出。开战了！肌肉战车和巨兽开战了！就在刚刚，一头巨兽突然从林中闪现而出，并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卡车冲来。这可是伽马3级的变异生物，我们要不要避开？我避他锋芒。我冷笑一声，显得十分自信。要是开枪前，我可能还会忌惮3分，但现在有了硬度和减震模块的加持，面对这种小喽啰，我根本不再怕的。正好试试新模块的威力。说罢，我径直朝着巨兽的方向开去，双方都以极快的速度撞向了彼此。下一秒，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硕大的变异生物已经被撞成了英雄碎片，而我的车身除了出现轻微的震感之外，就再没有其他影响，耐久度也仅仅是消耗了1点而已。好家伙，这就撞飞了！大运王哥睁大了双眼，要知道这巨兽可是高于战车等级，还附带超强防御力的变异生物啊！就这么被当作减速带了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的闯关层数也在飞速上涨着。35关、40关、45关，安全区内的众人看到我恐怖的闯关记录后都坐不住，尤其是狮王，他作为兽神殿的首领，看到自己的死对头如此风光，心里自然是不好受。快看啊，小瑶马上就要超越开坦克的17了！围观的路人都已经被震惊到麻木了，他们本以为随着关卡难度的提升，我的闯关频率会慢慢的
降下来，可没想到我却是越战越勇，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了个豆，小姚已经闯到55关了，他已经连续战斗了10个小时了，他简直就是超人，我严重怀疑他开了加速关。不过这时我也因为能量源见底而停止了战斗。在45关后，通关获得宝箱的数量得到了翻倍，自50关开始，每次通关会额外赠送一个极品蓝色宝箱，大量的模块奖励也让我的肌肉战车变得更加庞大。而在此期间，我也隐约感受到了来自兽神殿和天行组的敌意，对我有明显恶意的，我都默默记在了心中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会一一找他们算账。随后我来到安全区中休息，这时火神前来拉拢我，但被我婉拒了。别害怕，是张生让我照顾你的。闻言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张生的人脉如此强劲，你小子实力真是深不可测啊！马上就要超越排名第1的天行强者了。其实火神对天行组织的行为有些不满，早年间他有一次拿到紫色宝箱的机会，但却被天行成员捷足先登了。火神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你在巩固自身能力的同时，也要注意提防着周围潜在的敌人。老哥，你说的敌人具体是指什么？丧尸、变异生物，哪怕是旧神，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敌人，这些都属于是中间灾难。可惜人心复杂，总会有人站在阴暗的那一面。像张生这样的人追求的就是爱与和平，为了守卫现实的防线而战，但也有人追求的是毁灭，毁灭人类阵营，毁灭整个现实。他们的名字叫做毁灭者。这时我才明白，自己终于接触到了中烟世界更深层次的东西了。果然，在末日的高压之下，什么人都会出现。之前我遇见过一个跟你一样的强者，只不过他最后堕落成了毁灭者。希望你能坚守本心，跟我们一起对抗毁灭者。听到这话，我笑了笑。放心，毁灭者那种东西我没兴趣的，就连联邦我都没什么意向，更别说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了。遵循本心才是我的生存态度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别过火神，再次回到了闯关空间。等到能量恢复的差不多后，我再次开启了关卡。来到55关后，遗迹内的荆棘已经长到了10米多高，密集程度更是可怕。兽群的规模也再次得到扩大，这次不只是变异生物的数量上升到了300只，其中还出现了伽马3级的蓝龙。虽然同样是恐龙模样，但是它的体型相比2级的变异兽却直接增长了1倍。天空中还游荡着几只蛟龙，只见它们挥舞双翅，天空中便会降下大量的闪电和雷芒。此情此景完全是末世的真实写照，怪不得连17都卡在这一关，难度确实高。我操纵着模块继续闯关，对于我而言，除了伽马3级的生物对我有些许威胁外，剩余的兽群也就勉强算得上是个合格的减速带。仅仅2个小时后，我就闯到了60关，排名也从原来的120名直接跳到了第4名。60关已经是普通人的极限了，17也就才闯到55关而已。接下来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了3大传说级别强者，分别是欧神67关、火神71关、天行强者83关。这时安全区内的人群议论纷纷，这就第4了。这小姚真的不简单啊，连开着坦克的17都超过了。他的车辆明明才伽马1级，居然能越级闯关，看来他的模块组合很强力啊。众人都在讨论我究竟会止步在哪一关，在他们看来我的实力确实很恐怖，未来也很有可能跻身传说强者之列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想继续超越或是登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了。然而面对这种质疑，我很快就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我的闯关数在众人的注视中一路飞涨，63、70、75、80，仅仅2天的时间，我就把火神和欧神远远甩在了身后，正式突破到了第2的位置。火神和欧神也是自愧不如，因为他们在70关后闯关速度就明显慢了下来，每一关都会消耗他们大量的能量源，同时还要凑够金属币来维修车辆。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单凭他的精品车真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吗？要不是第1区不可能出现红品车，我真的要怀疑他是红品车主。怪不得这小子会被张生看中，这实力真是令我望尘莫及啊！另一边的天行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人群讨论的话题已经变成小姚何时能彻底超越他成为第1了。此刻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意，对于我的态度也不再是看蝼蚁一般，因为他意识到我将来必定会成为他的一个劲敌，而这时我却对这些全然不知。正趁着休息时间开着箱，金属融合器紫色，可将金属属性的模块与其他模块进行融合，仅限紫品以下的模块。这个道具还挺特别的，将来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。我目前走的是火系加金属系的路线，若是能将2种能力互相融合，那么威力也必定会得到指数级别的提升。在数次刷新后，很快就来到了保底奖励——金属引爆模块极品紫，可将自身发射出的金属能量再次引爆，范围和威力都会大过从前，每次引爆额外消耗50%能量源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收下。要是将这个模块与金属重炮进行融合，那威力我都有些无法想象。就目前金属重炮的威力，已经足以一炮毁灭半个城镇了。要是再加上第2次引爆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超级大杀器。于是我将2个模块进行了融合，钢铁赤炎风暴、金属火焰双系。特性：生成的热量和车身的金属量有关，最高温度5000度。看到这个数字，我有些震惊。5000度的高温意味着，就算是高等级的伽马生物靠近，也会瞬间被融化。而我的车身在免疫火焰伤害的加持下，可以说是几乎无敌的存在。休息完毕后，我继续闯关，而这一次关卡内的环境变得更加破败，就连伽马4级的金属兽都相继出现，兽群的数量也来到了恐怖的1000只左右。看见这一幕，我十分惊讶。那么可想而知，打到83关的天行实力绝对不在我之下。不过我又怎么会止步于此呢？下一秒，我启动金钟罩的最高频率，准备将他们逐一击破。但由于我的战车体型实在过于庞大，导致几乎所有的兽群都在第一时间朝我发起了攻击，速度之快，我根本来不及躲闪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心念一动，发动了刚融合的钢铁赤炎风暴。
活了，激活了！我直接把钢铁赤炎风暴激活了。就在刚刚，几乎所有的兽群都在第一时间朝我发起了攻击。这时我心念一动，发动了刚融合的钢铁赤炎风暴。下一秒，周围的温度便急速上升，这感觉就像置身于炎热无比的火山岛一样。随后，只见一股热浪以战车为中心爆发开来，化作阵阵冲击波，朝着远处的金属兽袭去。仅仅是几秒的功夫，受到影响的金属兽表皮就出现了剧烈的融化现象，有几只翼龙更是从空中掉落，它们的翅膀已经被热浪融化殆尽。然而魔块的爆发还没有结束，除了释放出无尽的热浪外，数不尽的金属碎片和火球更是直接席卷了目光所及之处。只是数个呼吸的间隙，在场的兽群就尽数归西，只有肌肉战车屹立在火海之中，依旧无伤碾压。这场面可把在车里观战的大运王哥给惊呆了。我丢，这就是你刚刚合成的新魔块吗？这威力也太夸张了吧！这魔块的毁灭力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，不仅是大范围 AoE 技能，伤害也十分可观。很快我的闯关层数就来到了82关。注意到这一幕的天行强者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这怎么可能？到底是什么让他变得这么强？他明白，只要我打过这关键的一关，那令人头皮发麻的闯关速度就会立马取代他的榜首位置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一旦我成为第一，那他的计划和隐藏下来的秘密都会瞬间暴露。虽然他真的很慌，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祈祷我在这关失败，因为就他目前的实力而言，这个关卡数已经是他的极限水平了。小瑶已经到82关了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太恐怖了！我记得天行当时这2关都花了10天时间。小瑶什么时候会成为第一？而此刻的我正在为这终极一战做着准备，使用大量道具为各种魔块进行升级，最终用2次钢铁赤炎风暴结束了战斗。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，恭喜小瑶已通过82关，获得紫品魔块宝箱。极品，你的通关时间为12小时5分，排名为第1名。此外还有一个隐藏奖励，拥有将任何人送出遗迹的能力，无法传送80关以上的玩家。关卡提示：90天后你将获得传承资格。这个能力让我有些惊讶，第1名还有这种能力，而之前拥有这个能力的人一直是天行。原来这货一直能送人离开遗迹啊！可为什么他从未对外公开，反而是自己藏着掖着？天行的种种行为让我感觉十分古怪，难道他就是火神口中的毁灭者吗？我有些不寒而栗。如果说天行真的是那个狼的话，那么毁灭者的势力就有点可怕了，连3大传说强者里都渗透了一个，是时候和那些人算算旧账了。我灵光一闪，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。回到安全区的我第一时间找到了火神。老哥，我想问下，你们遇到毁灭者一般都会怎么做？闻言火神愣了一下，随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格杀勿论。一旁的欧神也说出了同样的话，眼神中带着十足的憎恨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神情骤变。不可能吧，天行居然是毁灭者吗？会不会是故意诬陷？他们可是有仇的。闻言天行平静地摇摇头，我知道你想超越我，但是我们之间的对决要用战斗来证明，你这种诬陷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使用传送能力把一个受伤的人送出了遗迹。见状所有人都懵逼了。按正常流程来说，想要离开遗迹有2种方法，要么把遗迹的能量消耗一空，要么就是打破遗迹的最终关卡。而现在我随手一指就拥有了这种能力，这就是我成为第1名后获得的能力。而在我之前，这个能力一直被天行所私藏。听到这话的火神脸色变得极为凝重。事实上，他和张生早就开始怀疑天行的所作所为了。而今天的事更是大大增加了天行是毁灭者的嫌疑。此刻天行却是一脸的不屑，光凭这点你们就想污蔑我吗？我确实拥有传送能力，但我想借此机会来考验一下大家，这难道也有错吗？我没有公之于众是因为现在毁灭者无孔不入，万一他们借此作恶怎么办？造成的恶劣后果你们负责吗？他的一番发言确实有几分道理，光凭这点确实无法断定毁灭者的身份。而这时我站出来拆穿了天行的真实想法，你的真实目的就是困住所有人，然后威胁他们加入你们毁灭者。天行还想继续解释些什么，但却被我无情打断了。现在整个遗迹的去留都由我一个人决定了，你们要是想要离开，就准备好物资吧。我这人啥都要，升级材料、模块、金属币，只要是物资我都来者不拒。当然自始至终对我表达善意的人可以免费离开，但是兽神殿、天行组的某些人之前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劲，你们就做好一辈子待在这里的准备吧。闻言火神有些慌了，直接使用道具把我拉入了私人空间。小瑶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天行的事我们会妥善处理的，不需要，我这个方案十分完美。要是不在这里解决这个叛徒，万一后续你们放跑他怎么办？那也不行。若是一直放任遗迹存在，那它产生的中烟辐射也会给希望谷带去无法估量的灾难。遗迹最多只能存在100天的时间，到时候只要遗迹还没有消失，那么张生就会亲自出手彻底毁灭整个遗迹，到时候里面的人也会一并消失。闻言我有些震惊，张生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可以直接将遗迹抹除。张生的实力早就超越第2区的水平了，甚至在第3区都算得上是顶级。他是为了镇守和平谷才留在这里的，他就是整个和平谷最强大的存在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看看我们能不能做个交换。很简单，我要天行的烈火摩托，17的冰雪战车，外加兽神殿的所有资源和遗迹内每人1万金属币。见我如此狮子大开口，火神也是拿不定主意。这样吧，我用道具联系老张，你跟他亲自说。只见火神拿出了一个金色罗盘，下一秒罗盘就化作了光幕，张生的身影在其上投影而出。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我们谈判决定放过17，然后把天行的车辆给我。如果天行真是毁灭者，那么以上的一切资源都归我所有。随后张生还垫付了500万金属币作为其他人的传送费用。他认为我们正义阵营内必须一致团结，才能对抗邪恶的毁灭阵营。我对此也表示赞同。结束聊天，火神笑了起来，小兄弟，你这次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哥哥我啊！必须的，这次还是多亏了火神你啊！要知道精品车的价值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，而我即将成为第一个拥有2辆精品车的人。在我的一通操作下，在场的人都离开了七七八八，剩下的都是选择继续闯关的人，其中狮王也选择了留下，带领着成员继续挑战。而我也回到了车内，准备开几个宝箱。
无限制通讯器，紫色，可无视任何规则，暂时使用光幕的聊天道具。这不就是刚刚火神的同款道具吗？这样以后就不愁被困住失联了。能量药水，紫色，瞬间恢复70%能量源上限，并增加50%能量源恢复速度，持续12小时。这个也不错，能够大大提升我的持续作战能力。休整完之后，我继续闯关，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打到了第90关。在这期间，遗迹内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，大部分人在达到了极限后都选择了离开，留下的那些人则是时刻关注着我的闯关动态。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恭喜玩家小姚已到达最终关卡，可开启传承空间。本关存在传说职业转职凭证，难度极高，是否选择挑战？是死亡率高达99%的关卡，我却不顾一切要进行挑战。只因挑战成功的奖励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传说职业转职凭证。我选择休整了1日，待到能量源补充完毕后，便开启了传承试炼。传承试炼已开启，第1层，通过撞击击杀3000只伽马1级金属兽。任务要求玩家不可使用金属币对车辆进行修复。撞击跟我国道小王子硬碰硬，那也算是专业对口了，都是减速带把。如今肌肉战车的防御能力堪称无敌，现在就算是17的冰雪坦克过来，也得被我压成铁皮。在撞击这个领域上，我说第2没人敢称第1。此刻不远处的变异兽大军正咆哮着朝着我冲来，而我神情不改，迎着他们就撞了过去。高40米、宽32米的车身犹如推土机一般，把头铁的金属兽都送去了西天取经。这时屏幕上的击杀数正在飞速上涨，52只、91只、250只，几乎每秒都会有数十只金属兽被当作减速带。仅几分钟过去，我就顺利通关了第1层。下一秒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第2层，通过模块击杀3000只金属兽。任务要求双方相距100米，无法进行近距离接触。传说考核就这，不会以为那样就能拦得住我吧？我哈哈一笑，现在肌肉战车的能量源上限已经到达了恐怖的50万，金钟罩能够完美拦截金属兽的远程攻击，再加上金属赤炎风暴这个大杀器，这场战斗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。不是这个遗迹不够强，而是我目前的实力实在是太逆天了。很快第2层也被我顺利通关。第3层，本关为最终考核，任务难度倍增。任务要求无限制战斗，在3小时内击杀3万只金属兽，这数量就连我都有点震惊。不愧是传说考核，这数量确实夸张。3万只金属兽若是集中起来，爆发出的能量也足以摧毁数个城镇。随着前方的迷雾散去，密密麻麻的金属兽就出现在了大地上，这简直就是末世的真实景象。看到这一幕的我回想起了上次赤道炼狱的传承试炼，当时也是这般恐怖的场景。那一次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过去的，好在他考核的是勇气，一切都化为了虚幻。而如今历史重演的可能性太低了，这意味着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今天我就一气化三清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杀穿这个遗迹。战斗即刻开启，数万只金属兽的压迫感堪称地狱，眨眼间就形成了一阵强大的金属风暴，其中夹杂着铁块、钢铁残片，飞沙走石，瞬间席卷现场。见状，我连忙开启了金钟罩，顺便还发射了几发金属重炮。只听见轰的几声巨响，数不清的金属兽消失在了烟尘中。更可怕的是，炮弹爆炸后，金属残片还会进行2次引爆，威力之大，就连大地都开始震颤起来。虽然我的模块伤害很高，但在那恐怖的数量面前，还是逐渐败下阵来。这一战对于我来说必然困难重重，但待到烟雾散去，还能站在这片中烟大地上，也只能是我一人。此刻安全区内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小姚进入传承空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估计马上就要闯关成功了吧？我才打到53关，人与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所有人都在见证一位传说强者的崛起。17也在一旁默默关注着我的动态。如今他已经闯到了78关，战绩已经可以和火神、欧神媲美，但78关也达到他的极限了。看着排行榜上一骑绝尘的我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内心生出一股强烈的挫败感。还真有你的，不过以后的路还长，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。另外的3大强者则是神情漠然，他们都知道，随着我通过最终考核，遗迹就会被打破。惊叹之余，各自也在酝酿着些什么，其中也包括躲在角落里的狮王。闯吧闯吧，你再多的成就也没有意义，因为那终究会归我所有。此刻遗迹内，随着我击杀最后一只金属兽，一道白光突然将我拉入其中，我有些懵逼，随即扫视四周，发现旁边竟有一道陌生的身影，那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我是遗迹的主人，后生，你做得很好。这一幕让我想起了火神对我说的，有一部分毁灭者成为了遗迹主人的奴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现在已经通过了试炼，请把通关奖励给我。放心，奖励不会少你，我只是想和你谈谈，是否愿意加入我们？我会给你更强的力量，让你成为遗迹之主，掌握纲极之岭的一切。我自然知道毁灭者的可怕，华丽奖励的背后必然意味着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条件是终身为复苏钢铁之神做出贡献，届时你将会获得无上的荣耀。闻言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若是真那么做，那么恐怕自己的命运也会被那钢铁之神牢牢掌握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接受的话，你将少奋斗不知道多少岁月。任何模块道具都随你挑选，我甚至还拥有让你晋升红品车的力量，但我没有动摇。不用了，我是不会和你们毁灭者同流合污的。恭喜玩家通关考核，奖励传说职业转职凭证，遗迹将在1分钟后关闭。随着声音响起，我被传送到了一片广阔的平原上，周围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。可下一秒，3辆战车便凭空出现，掀起的冲击波把一众玩家震退了数里。这分别是火神、火海纵横、欧神、电闪雷鸣、天行、光影
急速，三大强者刚一出现就开始了战斗。天行，你果然是毁灭者！火神怒吼一声，同时掀起无尽火焰。火神，放我离开！回头我跟你解释。天行在火海中拼命逃窜。此刻欧神掀起雷域，三人开始了一场追逐赛。天行也不再留手，随着他将烈火摩托的能量运转到极致，一股无量的光芒从他的车身爆发出来。这就是伽马10级的战斗领域吗？竟然会如此强大！光是在远处观看，我都觉得惊叹不已。三人的战斗愈演愈烈，随时都会演变成一场死斗。若是双方全力作战，恐怕会两败俱伤。要是天行当场归西，也没法获得毁灭者的更多情报。为了不让这样的画面发生，我决定使用止战令。止战令金色，功能1，可生成止战光芒，扫清周身1000米内所有带有威胁的攻击。功能2，生成止战空间，覆盖周身1000米，其内所有的生命体无法物理或精神性死亡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的天行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。纵使他十分强大，在2名传说强者的围攻下，还是节节败退。这也让他对我的恨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。正是我的出现，才让他的计划落空，以至于沦落到这般窘境。危机之下，他猛然调动了大量的能量，暂时摆脱了围攻，随后生成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烈火形体，瞄准我发起了攻击。穿越海岛求生，我开局签到万倍暴击吃穿不愁；穿越丧尸末日，我直接化身满级异变威压狮群；穿越公路求生，我契约大运无限合成一笑了之。一切只因海洋生物变异，末日降临，全民被迫参与无限流求生，而我却觉醒了超级金手指系统，每穿越一次异界就能获得一个无敌金手指。从此我诸天万界一路横推，一度成为让众神都无法理解的恐怖存在。而此刻刚穿越到海岛求生世界的我，就绑定了万倍暴击系统，宿主在海岛世界获得的任何物品都将获得万倍暴击。检测到宿主身上有鱼饵，触发万倍暴击；检测到宿主手上有钓竿，触发万倍暴击。宿主不必担心仓库问题，系统还提供无限存储功能。随着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，我的呼吸却变得急促了起来。我乐得逗，万倍暴击，这也太超标了，不消能玩，这我还挖什么泥鳅钓什么鱼，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宿主淡定点，去了其他世界还能获得别的金手指，例如无限物资、复制增幅、言出法随等等，让你在每一个异界都体验到最专业的服务。闻言，我的嘴角差点压不住，牛叉啊，系统哥！把所有物品收入仓库后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向海边。有了万倍暴击，接下来的生活光是想想就让我兴奋不已。为了防止暴露能力，我特地选择了一处无人的河边。随后我用意念操纵了5根鱼竿开始钓鱼。不多时，其中一个钓竿的鱼漂突然猛地下沉，见状我连忙抓住鱼竿往上拉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切水声响起，一条20多厘米的巨鱼就被我甩在了沙滩上。恭喜玩家小姚完成成就，捕获巨鱼。触发奖励道具250毫升矿泉水。而与此同时，系统也触发了万倍暴击666，这个入室贵，演都不演了，系统哥！我忍不住笑出声。随后取出矿泉水开始畅饮，喝剩下的我直接灌在身上降温，那感觉别提多爽了。现在食物和水都有了，就是不知道和别人交易的道具会不会触发万倍暴击。有的宿主，有的万倍暴击主打一个简单粗暴，只要是宿主获得的道具，样样暴击。闻言，我连忙打开了区域聊天系统，发出了一条消息：一瓶250毫升矿泉水兑换任意实用的物资。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，我的邮箱就弹出了密集的提示音，仅仅是几分钟的功夫，我的邮件就变成了99加。我连忙点开邮箱一一查看，牙刷、遮阳帽、篮球、绳子、咬过一口的棒棒糖等等，东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。要说实用的东西也有不少，比如说牙刷磨尖了可以当个简易匕首用，袜子放一些蚯蚓进去就是简易渔网，拍打篮球可以召唤鸡哥帮忙打怪等等。经过一番挑选，我交易了20几个实用的物品。随着提示音响起，所有交易得到的物品都获得了万倍暴击，还真是爽啊！我吃着棒棒糖，悠闲地坐在沙滩边钓鱼。可接下来的垂钓不是空军就是鱼脱钩了，可恶！新手保护期这就结束了吗？我倒也不急，毕竟我已经有了1万条食用鱼，刚刚就当是练手了。随后我撕碎了几双袜子改造成渔网，把大把的蚯蚓塞入其中，用来退潮收获用。正当我准备先离开找个住所时，却发现石头坑旁有一只拇指大的小螃蟹。螃蟹再小也是肉啊！我大手一盖就把小螃蟹握在了手心。可下一刻，系统提示音却突然响起：石板蟹获得者小姚，携带道具消音 M4卡冰枪，附带弹药5发。厚礼蟹，这还是个小宝贝。丁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获得1万只石板蟹、1万把 M4卡冰枪和5万发弹药。哈哈哈！还有谁？我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放松。一只小螃蟹的附赠品居然是上万的枪械和弹药，现在说我是一座移动的军火库也一点都不过分。随后我来到了一处海滩上，这边聚集了许多人，但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装备，而且食物也只有一些贝壳和螃蟹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只够塞牙缝。我避开人群，来到了一处无人的空地歇息。当我准备开始寻找物资时，却发现周围的枯木已经被人全部捡走了，就连石头都没剩几颗。于是我打开聊天框，发出了一条消息：出售20只石板蟹，交换10斤生火的干柴和铺床的大树叶。虽然物资被人捡走了，但是我可以进行交换啊！有物资就是大爷。趁着空闲的时间，我升起火烤了几条鱼补充饱食度。片刻过后，我的邮箱就又变成了99加。又进行了一番交易后，我成功通过材料建造出了一个简易的木床，上面铺着树叶，人躺在上面软乎乎的，还算舒适。此时天色渐晚，我也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天
天还没亮，一些了解退潮时间的人就早早的离开了休息区，前往沿海礁石区寻找食物了。而在我昨天放置渔网的海滩边，一女两男正围在一起，看着他们刚刚收获的一地海鲜，其中鲢鱼、黑鱼、带鱼，各种鱼类应有尽有，数量足足有近100只，看得众人是兴奋不已。这么多海鲜，足够我们吃很久了。我也没想到能收获这么多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小子放的渔网，这下都是我们的了。但这都是别人的东西，我们全都拿走，真的好吗？你还真是傻得可爱啊！现在大家都在求生，没有食物就会饿死。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闻言，女孩点了点头。其实她也只是随口一说，毕竟她还要在2个男的面前维持清纯可爱的形象，谁会喜欢一个自私的女孩呢？众人将地上的海鲜收进背包后，正欲离开，却见不远处走来了一个神秘人。那边的渔网都是我放的，请你们放下海鲜，马上离开。闻言，为首的男生轻蔑一笑：“帅哥，这可不是你家的海域，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是你放的？就算是你放的，先到先得，没毛病吧？”众人正想离开，却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吼：“喵的，你们是一点也不给我留啊！”听到这话，2个男生正想回头揍我一顿，耳边却传来了密集的风声。下一秒，地府内3人一脸懵逼：“什么情况？这里是哪？我们刚刚不是在沙滩上吗？禁止喧哗，这里是地府，你们应该是惹到不该惹的人了。行了，少废话，排好队去阎王那里登记。”而此刻另一边沙滩上，我正清点着3人爆出的物资，除了一些没用的小玩意，收获了几包驱虫粉、盐和5香粉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盐，这东西可是决定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道具。而在万倍暴击下，无论是海鲜还是这些道具，我都直接获得了1万件，根本就不用发愁。还好对方没有武器，或者说根本没来得及掏出武器。我之所以直接动手，是考虑到对方也可能已经获得了热武器，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威胁。我本来打算息事宁人，但当我发现他们把我的劳动成果全部掠夺时，我的想法就发生了转变。此时天色渐亮，沙滩上的人也逐渐醒来，各自寻找着今天的口粮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连串的尖叫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你们快看那边！众人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海平面上翻涌着滚滚巨浪，刮起的飓风甚至把海滩边的巨树连根拔起。这难道是大型海龙卷？前面的岛屿已经沦陷了，大家快逃命啊！闻言，所有人都抄起家当冲向了树林中。要是能在山中找到类似山洞的藏身处，或许能够躲过一劫。若是待在沙滩上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飓风吞噬。但此刻密林中也并不安全，各类毒蛇、毒蜘蛛藏匿其中，林中也不时传出阵阵惨叫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手持石斧的少年如勇士般冲出人群，涂上驱虫粉的我直接无视了各类毒虫，一路疾跑。都给我让开，谁跑得慢谁前排。经过我的实验发现，这种驱虫粉的效果十分强悍，不管是什么虫子，只要沾上驱虫粉，下一秒就会口吐白沫，失去反抗能力。随后我开始思考躲避海龙卷的藏身之处，若是躲在山洞里，到时候万一山体坍塌把洞口堵住，就会面临窒息的危险。而且眼下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山洞，要是受困其中，人数多就是生存下去的最大隐患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聊天频道的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：20条海鲫鱼和5个海星兑换1块房屋碎片，居然还有房屋碎片！躲在结实的房屋里可比山洞靠谱多了。于是我也快速发送了一条收购信息：50只石板蟹、2条八爪鱼、1包盐、1瓶250毫升矿泉水，兑换1块房屋碎片。食物的数量算是中规中矩，但其中的盐和水却是当下大多数人急需的物资。不出所料，很快我的邮箱就再次爆满。我随即开始查看房屋碎片，地基牢固的铁皮房碎片能抵御暴风、龙卷、野兽的冲击，集齐5块后即可合成铁皮房一座。见状我心中一喜，很快就完成了交易。下一秒系统就给我送来了1万块房屋碎片，我连忙取出碎片开始合成。很快一座铁皮房屋模型就出现在我的背包中，而这时系统却再次触发了万倍暴击。好家伙，这也行，合成了也能触发万倍暴击。在我合成的间隙，岛屿上的海龙卷也变得愈发强劲，海风卷起树木的同时，天空中还下起了滂沱大雨，不少鱼也被狂风卷到了沙滩上。但此刻慌乱的人群根本顾不上这些，首要的目标是找一个避难所，不然恐怕小命不保。我迅速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在确认了一处空旷区域后，随即放置了我的铁皮屋。下一秒，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冲了进去，总算是安全了。劫后余生的我长舒了一口气。随后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房屋并不大，只有10平米左右，其中堆放着1张床、几张板凳和一地杂物。此刻我的耳边传来了物体撞击的砰砰声，这是树木的断枝拍打在屋顶上的声音。好在我的铁皮屋足够坚固，暂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就在我准备继续打量周围时，系统却发来了一条提示信息：温馨提示，当前铁皮屋等级为1级，可使用100块房屋碎片提升至超级铁皮屋最高级。超级铁皮屋的防御、空间、重量、地基坚固度各提升10倍。什么？铁皮屋居然还能升级？我心中狂喜，直接掏出上百个房屋碎片一键升级。下一秒，整个铁皮屋微微一颤，室内的空间瞬间扩大了10倍不止。好家伙，真是满满的安全感啊！我笑着起身，打量一番后来到了卫生间，准备先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再好好睡一觉。卫生间内的物品不多，如沐浴露、洗头膏之类的，只有小小的1瓶而已。但到了我这里，全部都触发了万倍暴击。将物资全部收下后，我打开水龙头，美滋滋的洗着澡。而此刻屋外却是狂风呼啸，大雨磅礴。还好铁皮屋够结实，我刚准备去睡觉，却突然发现有一个手印出现在了窗户上。我被这一幕吓了一哆嗦，什么情况？有人在外边吗？我凑近窗户边一看，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生正拍打着窗户，从她一身的污泥和伤痕可以看出被海龙卷摧残的不轻。她身后还有个
女孩正依靠着树干，被狂风吹得头也抬不起来。求求你救救我们！闻言我有些不情愿，可要是不快点做出决定的话，恐怕他们撑不了多久。这时求救的女生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根淡黄色的针剂，用这个做交换。求求你救救我们！见状我立马用系统扫描了一下眼前的针剂，体质强化药剂，归属者柳如烟，效果使用后提升3点人物体质。居然还有这种道具，我心中一喜，打开窗户把他们救了进来。刚接过柳如烟递过来的针剂，系统就触发了万倍暴击，奖励1万支体质强化药剂，也不知道一个人能用多少支，有没有副作用。我心念一动，取出1支药剂就朝着小 B 扎去。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宿主增加3点体质，触发万倍暴击，增幅3万点体质属性。我乐个豆，这玩意也能触发万倍暴击？要知道人物的初始属性体质、敏捷、力量、精神力都是10点起步，一下子提升3万点，我都不敢想象有多强。下一刻我的体内传出一声轰鸣，周围爆发出强大的气场。温馨提示：玩家小姚已突破人类体质极限，解开基因锁，觉醒所有人体潜能，属性已达巅峰。效果：免疫当前文明所有伤害，同时防御力、承受力、韧性、耐力提升到极致。免疫当前文明所有伤害，光听这个介绍就知道效果有多逆天。回过神的我感觉之前的疲惫感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沛无比的精气神。这时获救的女生前来道谢：先生谢谢你，我叫柳如烟，她是……可这时我摆摆手打断了她的介绍，不必道谢，等外边的风雨停下，你们就离开。走之前记得把浴室打扫干净。这场救援在我看来只是一场单纯的交易，完事就个干个的，没有必要产生过多交集。闻言2个女生有些失落，但万幸的是她们暂时安全了，不用担心外边的狂风暴雨。强劲的海龙卷持续了大半天才终于消散，遭受摧残的巨树倒在路边，沙滩上还有不少玩家姿势各异的睡在了地上，但众人根本来不及悲伤，蜂拥而至的抢夺着地上散落的海鲜，这可是他们接下来生存下去的关键。这时铁皮屋内2个女生洗了久违的热水澡，还被我邀请吃了顿海鲜火锅烧烤。就在他们决定用美色留下我时，我却只留下了句不用，转身就冲向了密林。见我已经离开，他们也不敢多做停留，因为沙滩上的海鲜和物资动作慢点可就没有他们的份了。而我并没有跟随人群去抢夺物资，因为我目前根本不缺食物。对于我来说，如何提高求生评分才是最重要的。在1届的每次求生最终都会得出一个评分，而这个评分则关乎着返回蓝星后获得的奖励。可我在林子里转悠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或提示。为期30天的海岛求生，想要在一众求生者里脱颖而出，只要活得比其他人更好、更轻松就行了吧？系统，你觉得呢？系统无权干涉宿主的判断，宿主想干嘛就干嘛，若是情况不对也不用慌，系统会随时帮你兜底。好家伙，不愧是最专业的系统，跟我以往看的小说都不一样。那些系统有强制任务不说，主角要是完不成还会面临各种惩罚，不像我的童子哥，给完金手指就让我自由发挥，直接开摆都行，也不用冲业绩什么的。既然这样，就先来点美食吧，光吃海鲜也不行，那可是会营养不良的。于是我在交易频道发出了一条信息：5只巨鱼兑换任意的美食佳肴。没一会儿，我的邮箱就又爆满了。我点开邮箱，开始选择心仪的物资开始兑换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等等美食被我一一交易，而每件物品也都触发了万倍暴击。正当我感叹系统的强大时，耳边却传来了一声极具压迫感的野兽低吼。我循着声源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密林中有几只灰狼正朝着我呲牙，而他们的身后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宝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万物箱，无主之物，金色，效果能开出任意物资。灰狼镇守宝箱，我的双眼一亮。虽然我目前并不缺物资，但是开盲盒宝箱的那种未知和刺激感，正好能够充实我的空闲时间。可就在这时，其中的一只灰狼趁着我不注意，挥舞着狼爪就朝着我发起了攻击，正好试试体质点提升的威力。随即我朝着眼前的灰狼挥出了一拳，下一秒它就直接化作了一团血雾。远处剩余的灰狼看见这一幕，腿都吓软了，瘫倒在原地不停的颤抖。这时我缓步上前，一手抓住一只灰狼，打算驯养几只，无聊的时候还能逗着玩。但被我逮住的灰狼明显有些不服气，挣扎着还想要咬我一口。见状，我直接一巴掌抽在了它的天灵盖上，只听见啪的一声，灰狼直接裂成了2半，当场领了盒饭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有些用力过猛了。说罢，我就走向了最后一只幸存的灰狼。可在他看来，我就像是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怪物一样，要是可以说话，他非得来一句：“你不要过来啊！”好在动物的本能让他回过了神，连忙朝着我扭动身体和四肢，像是在讨好我一样。恭喜小姚降服一只母狼，可驯化为伙伴用于捕食猎物，这还差不多，算你小子识相。随后我来到宝箱附近将其收下，系统还顺便触发了一下万倍暴击，还真是爽歪歪啊！这下还实现宝箱自由了。随即我取出了一个万物箱，打开，里面爆出了野营帐篷、尼泊尔军刀、锅铲1件套、复合弓弩、生牛肉半斤，5件物品都相当的实用，系统也很给力，继续触发万倍暴击。有了万倍金手指，这海岛求生对于我来说就跟度假一样啊！可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狼王隐匿在林中，正用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时那只狼王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4肢发力向我狂奔而来。但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在体质基因被全面强化后，无论是防御还是身体协调性都已经达到了极致。我只是略微出手，就一把抓住了狼王的脖颈，径直把他提了起来。强烈的窒息感让狼王发出阵阵哀嚎声，他身后准备发起袭击的灰狼们都被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首领被敌方如此轻松的拿捏。见灰狼们一个个都对我心生畏惧，我这才把狼王丢在地上。逃过一劫的白狼早已没有了任何战斗欲望，瘫倒在一旁喘着粗气。恭喜小姚已收服9527号海岛的狼群，其中公狼16只，母狼7只，小狼崽8只，这么多小弟还挺不错的。给狼群投喂了一些牛肉后，我就地搭起了个篝火，
烤了些食物填饱肚子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招呼狼王到身边，把你的手下都带来，以后给我看家护院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听懂了就点点头。神奇的是，狼王居然真的点了几下头，这么有灵性。接下来我把母狼带走，到时候你循声找我就行。随后我带着母狼们准备返回铁皮屋，而此刻铁皮屋周围已经围满了人。好家伙，这铁皮屋可比我的茅草屋强多了。要是能跟屋主人组队就好了，那样根本就不用为生存发愁了。我这铁皮屋的防御堪称无敌，连石斧砸在上面都难以留下痕迹。里面还有浴室、卧室、厨房等等，属实是让屋外的人群羡慕不已。铁皮屋升级需要100块碎片，应该是有人开启了万物宝箱。聊天频道上也有不少人获得了万物宝箱，开出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，什么写轮眼、恶魔果实、海盗船、Doro、帽蝶等等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就在人群继续讨论时，却听见一声悠扬的狼嚎声从后山响起。众人循着声源看去，只见一只灰狼从山林中走出，光是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。下一秒，只见一只硕大的白狼一跃而下，而它的目标正是屋外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见状，屋外的人们四散而逃，生怕自己成为狼群的口粮。此刻山头上的我只是微微一笑，有狼群还真是省事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我恐怕还会被他们道德绑架一波。狼群收到的指令是驱散人群，赶跑人群后就守在了铁皮屋旁。随后我来到客厅，准备开一些宝箱打发时间。1万个万物箱不知道都能开出些什么宝贝，先来5000个试试水吧。我点击一键开箱，下一秒我的人物背包就被琳琅满目的物品塞满了，多余的物品直接被系统收入了仓库。恭喜宿主获得泥巴做的蛋糕、威龙辣条、无线对讲机、基尼泰美收音机、铁胸甲等等。一连串的提示音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恭喜宿主获得14514件物品，触发万倍暴击后共计3000万亿吨。不得不说，万倍暴击还是太超标了，有这运气换谁都起飞啊！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还请宿主不要谦虚。哈哈哈，哪里，还是童子哥牛叉。现在的我物资不愁，战力顶尖，还没有1阶任务，每天都待在铁皮屋里过着悠闲的生活。平时不是开箱刷一波物资，就是做美食吃，没事干就摸一摸小狼崽，带着狼群出去遛弯。但和我恬静的生活相比，屋外的人们已经乱做了一锅粥。海岛生存第5天时，众人都还能勉强存活，可到了第8天，很多人就因为饥饿不得不深入山林觅食，而淘汰人数也在这一天开始飙升。直到第16天时，已经有人通过互相残杀来获取物资，尤其是部分获得海盗船的人，他们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搞得岛上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而在此期间，我每天都会训练射击技巧，强大的体质带来的稳定性让我几乎是弹无虚发。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狼群出门遛弯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悲鸣从远方的密林传来，随后只见2只灰狼拖着狼王的身躯狂奔而来，还有不少受伤的灰狼紧随其后。注意到白狼身上的弩箭，我快步上前查看，共计3支箭矢命中了白狼的身体，其中1箭直接洞穿了他的心脏，恐怕是神仙难救了。你这家伙有危险，我不是让你第一时间逃跑吗？说罢，我连忙拿出体质药剂，却显示非人类无法使用。没过多久，狼王就咽了气。你放心，我会守护好你的狼群的。周围的灰狼纷纷开始悲鸣，隐隐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泪花。海岛上的人都知道，铁皮屋的主人驯养了这批狼群，那么对狼群发起攻击，就是在挑战我的权威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远处走来2个熟悉的身影，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柳如烟2人。你们知道是谁杀了白狼王吗？我可以拿食物跟你们交换信息。动手的是骷髅王海盗船，他们开始掠夺我们的岛屿了。就是他们用弓弩猎杀了你的狼群。骷髅王海盗船是附近岛屿中实力最强的存在，他们的船只不仅速度和防御顶尖，更是有几10门火炮在船体左右。大哥你别冲动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不是对手的。可我头也没回，留下物资几个闪身就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。犯我领地者虽远必诛，既然不打算和平相处，我也就只能对你们进行物理超度了。就在刚刚，我举枪冲进了密林中，准备为战死的狼王报仇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前方沙滩上出现了几只骷髅海盗，我二话没说，掏出 AK 就开始扫射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骷髅海盗们迅速躲在了掩体后面，显然都有不少的对敌经验，但奈何我的枪实在是太稳了。在超强体质的加持下，枪械的后坐力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存在。在这种人形无后座锁头的外挂面前，骷髅海盗们根本无处遁藏。一连串的枪声过后，海滩边重现了往日的寂静。一名奄奄一息的海盗朝着我怒吼道：“你居然敢动骷髅王的人，你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的。”可下一秒，他的头颅就被子弹洞穿。前后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海滩上的海盗小分队就全军覆没。而做完这一切的我，却再次消失在了密林中。根据我的情报显示，这群骷髅海盗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是群十足的反派。于是我决定闯入他们的老巢，将其一网打尽。不多时，我就空手出现在了海盗团的面前。他们见我单独前来且没有携带武器，便以为我是前来投降屈从的。可下一秒，众人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。只见我的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加特林机关枪，我自然懒得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枪管上喷射的火舌犹如死神的镰刀，瞬间切向了不知所措的海盗们。虽然他们也有一些火力，但根本无法与加特林炸裂的输出抗衡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贴心的为他们准备了几发火箭炮。随着几声爆炸声响起，许多海盗还没反应过来就领了盒饭。我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，一个人硬是打出了一个团的火力。而且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他们发现我居然能无视子弹的伤害，甚至连地雷也无法对我造成任何损伤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开挂也不带你这么玩的吧？这还怎么打？大家赶紧逃命吧！所有人吓得转头就跑，再多看我一眼就会爆炸。可他们的速度又怎么会比我快？随着我手起刀落，又有一批骷髅见到了他们的太奶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怒吼从不远处响起：“大胆，竟然敢动我骷髅王的人！”随后只见一道残影手持长刀，犹如闪电般朝着我袭来。只是几个呼吸的间隙，对方就横穿战场，可见速度有多恐怖。
太好了，是骷髅王，我们有救了！老大这把长刀削铁如泥，这下我们赢定了。这时骷髅王已经闪身杀到了我面前，你以为有热武器就无敌了吗？实在是天真。可下一秒，我只是把右手抵在了刀刃上，刀刃竟当场碎裂。见状，身经百战的骷髅王也不由得心中一惊，一指断刀，这究竟是何等的防御和力量？没等骷髅王反应过来，我已经用手紧紧地扣住了他的头部。领略过我的实力后，骷髅王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。大人，请放过我，我愿意臣服于你。但我并没有表现出半点怜悯。随后我五指一扣，骷髅王当场被我捏成了英雄碎片。待我离开现场后，沙滩上再无活着的海贼，只剩下他们爆出的一地物资。这时躲在林中观望良久的幸存者们蜂拥而出，迅速瓜分着海滩上的物资堆。此刻海岛聊天群也早已炸锅。喜报喜报，骷髅王被9527号海岛上的神秘高手解决了，他就是那个驯服狼群的男人。你是我的神，这人也太强了，简直是外挂级别的存在。你们认识他吗？我想拜入他门下。此时距离海岛求生结束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，众人疯抢着海岛上的物资，为最后几天的生存做足准备。而我在将骷髅王海盗团覆灭后，就回到了自己的铁皮屋内。以我目前的物资储备，也用不上海贼们爆出的那些物资。在把狼王后葬后，我就回到了卧室开始休息，直到海岛生存的最后一天。柳如烟二人还是被狼群堵在了铁皮屋外围，没能与我再次相遇。看来他并不想认识我们。没办法，有些事情不能强求。当时间来到下午2点时，一道提示音响起，恭喜幸存者通过30天海岛求生考验，60秒内将传送回原世界位置。返回现实后，开始结算评分奖励。此刻铁皮屋内，上一秒还在抚摸着小狼崽的我，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小狼崽愣在原地一脸懵逼。再一睁眼，我就回到了出租屋中。这时脑海中响起提示音，恭喜玩家小姚在海岛成功生存30天，生存实力、物资和房屋评级都是 S 加，唯独社交评级是最低的 F 级。在末世中进行过多的社交明显是不切实际的，谁知道表面对你示好的人会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？下一秒我就收到了系统送来的宝箱，紫金宝箱有几率开出3S 级道具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了开启空间异能卡。初期解锁异能空间位移，后续异能会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而解锁和领悟。免辐射异能药剂卡，使用后可免疫任何病毒侵袭，包括丧尸病毒、异种病毒等等。好家伙，还有空间异能，瞬间位移能力能大幅提升我的生存能力，而免疫药剂效果更是逆天。若是穿越到丧尸末日，那么我就能在尸潮中畅通无阻了。我意念一动，2张卡片就融入到了我的精神力中。这时我准备先试试空间位移能力，随后我凝神看向远处的浴室，下一秒我就传送到了浴室中，还真是方便啊。不过这时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，估计是使用能力后带来的副作用。休整片刻后，我开始为下次穿越做准备。系统方便透露下次穿越的金手指是什么吗？宿主，金手指是完全随机的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无论是哪个金手指都是无敌强力的。闻言我放下了心来，不愧是最专业的系统，这下我就没有任何顾虑了。此刻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所有海岛求生的幸存者会获得新手礼包1份，求生评级越高，礼包奖励越丰富。而我作为海岛求生排名第1的玩家，自然获得了最高品级的奖励，里面有地级异能金盒1颗，一阶进化者实力，一阶进化金盒20颗。随后我就感觉一股暖流进入了我的身体，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现在就算是变异生物挡在我的身前，我也有自信能够一拳把他们全部轰倒。无论是出拳、鞭腿还是肘击，威力都提升了数十倍。一阶进化者的实力也太强劲了，再加上这个新异能，简直是挂壁一般的存在。下一秒我沉声喝道：空间吞噬！随后只见一道虚无涟漪在我的手中生成，这就是我成为进化者后的第2大杀招。一旦开启空间吞噬，所有的攻击都会被它所吸收，而且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。随着我的实力提升，这个吞噬能力还会逐步增强。跟敌人对战时，我一招就能把对方送入无尽的黑洞中，想想都十分恐怖。异能散去后，我决定先将地级异能金盒保存起来，以便不时之需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开始疯狂地锻炼身体，提升自己的求生技能，直到3天后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：欢迎求生者来到丧尸末日，生存时间6个月，开局武器一把水果刀。下一秒，阵阵狂暴的嘶吼声便席卷了整座城市，而人群凄厉的惨叫声也早已被狮群覆盖。这时我也穿越到了一处办公楼中，好在这里暂时没有被丧尸侵袭。此刻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：检测到当前世界为丧尸末日，请问宿主是否签到超级金手指？好家伙，这么快就来了！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等级直升，宿主将直接提升至当前世界最高等级10阶巅峰异变者，瞬间满级。又来这么超标的！随后我便感觉浑身一颤，一种无法言说的强悍力量开始在我的体内翻涌。现在外边嘶吼的丧尸在我眼中只有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弱，实在是太弱了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消灭城市中的所有丧尸。不愧是专业系统，这就是霸道的力量吗？多谢宿主夸奖，系统从不搞虚的。这时系统界面弹出了一个新选项：末日任务，收集2瓶矿泉水。温馨提示：完成任务数越多，评分越高，任务可刷新，适当扣分。我乐个豆，那我不得猛刷任务。以我目前恐怖的实力，我势必要把奖励品质叠到最高。随后我便来到了超市内，收集完矿泉水后，末日任务便发生了变化。完成任务，奖励1包代派方便面。新任务，击杀50只丧尸。我抬眼看向货架间行走的几只小可爱，随手将货架撕成铁皮朝着他们甩去。下一秒，他们就变成了英雄碎片，真是轻轻松松啊！我揉搓着铁皮，一成型就甩向不远处的丧尸。如此大的动静也吸引了周围幸存者的关注。你们快看，超市1楼有人！闻言，众人都来到栏杆边
眺望，只见一个男人飞出手中的铁皮，竟将一整排的狮群全部击杀。我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飞饼侠吗？我只看到了天赋和汗水，惊叹之余，众人还发现一个更可怕的现象，那就是丧尸们居然直接无视了我的存在。你们还记得神秘广播中提示的穿越身份吗？老大，你是说他获得了丧尸身份？666开挂不叫我，在这满是丧尸的世界，居然有人直接融入其中，这和自保都困难的普通人相比，简直是漏洞级别的存在。很快50只丧尸就被我顺利击杀，完成任务，奖励20瓶雷币。新任务，收集10斤食物、20斤饮用水、50升汽油。以我的实力完成这些任务十分简单。我逛着超市，看着周围自动让路的小可爱们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难不成异变者体内也有尸毒？据我了解，一些强大的尸王具有让低阶丧尸畏惧的气场，看来我身上也有这种能力了。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，我点开了区域聊天群，有没有人能来救救我们母女啊？我们有一颗力量金核作为回报。听说其他城市已经有人获得了异能，羡慕的我在床上放了2个响屁，叽里咕噜说啥呢？快点送我去安全区，再给我拿2万块钱。通过观察，我发现每个人绑定的末日任务各不相同，而且击杀丧尸还有几率会掉落各种金核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快速刷着个人任务，一连5天时间，我就把末日任务做到了5阶异能者的水平。期间我还获得了一块冰系异能金核，服用后解锁了众多冰系异能，拥有了寒冰剑雨、极寒冰锥、绝对冰域等等能力。随后我便准备拿街边的小可爱们做实验，我心中默念剑雨，下一秒天空中便下起了密密麻麻的剑雨，箭矢极其锋利，就连坚硬的汽车都能轻易射穿，就别说不堪一击的小丧尸们了。这时我的末日任务也再次刷新，前往郁金香教学楼，打造600人的势力。没过多久，教学楼大铁门上的锁就被一缕冰雾崩断，随后大批的丧尸便开始涌入其中。什么情况？大门居然被打破了！萧晨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人影，眼中的愤怒喷涌而出。这几天他带着手下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建立了这么一个安全区，如今却被这个不知哪来的毛头小子给毁了。但等他来到阳台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傻了眼。证明我是比贝爷更强的求生专家，我直接参加了一档全网直播的荒野求生节目。当别的参赛者都在搜寻食物和搭建庇护所时，我却选择直接摆烂3天不吃不喝。见状，网友纷纷嘲笑我马上要看见太奶，就连专家都断言我活不过1周。可这时我猛灌化工废水，生吞竹叶青打脸全网，一度被称为史上8字最硬的求生玩家。我本是一个只会喊妈妈的瓦学弟，却魂穿到这副身体开始了荒野求生。只要能在野外成功生存120天，就能获得100亿奖金。可毫无求生经验的我对自己根本没有信心，要是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，别说是120天了，1周之内恐怕我就得面见阎王。好在这时我觉醒了顶级打野系统，可系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3天饿9顿，更过分的是期间连水都不让喝。虽然我一开始是拒绝的，但为了那100亿奖金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为了顺利完成系统的任务，我计划直接躺平3天，以求最大限度保存身体的能量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节目组记录了下来。这时燕京直播厅内，主持人小美面带着微笑开口：欢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这档荒野求生节目已经开播3天了，在这3天内，有不少选手的求生表现十分亮眼，当然也有极个别选手的表现让人一言难尽。请问一下陈老和黄老，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呢？陈老和黄老是国内野外求生界的2位泰斗，受邀成为了这档节目的点评员，肯定是6号小姚。2人几乎是同时开口，丝毫没有一点犹豫。闻言，网友们也坐不住了，是那个扬言躺平3天的小姚吗？那家伙还没凉呢，他也是头倔驴，就这水平还来参加荒野求生，去玩过家家还差不多。我就喜欢看乐子，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席？视角一转回到直播厅，陈老开头点评道：小姚选手的做法是典型的错误示范，请大家引以为戒。3天不吃不喝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，荒野求生讲究的是敬畏自然，他这种做法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一旁的黄老也开口吐槽道：小姚选手这明显是在哗众取宠，我敢打包票，他绝对撑不过今天。2位专家的发言并不是空穴来风，我此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，种种迹象都表明我即将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。此刻导播间把画面切到了我所在的位置，可这时我躺在几片芭蕉叶上，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看到这一幕的网友直接炸锅了：不是哥们，你不会真挂了吧？不要啊，我的电子榨菜没了你我看啥？大家先别慌，我看个广告来复活他。见状，节目组这边也被吓到了，连忙派出医疗组准备对我实施抢救。就在我感觉马上就要牵到太奶手的时候，一道机械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。初级任务已完成，身体全属性+1，抗性+80，额外奖励1次抽奖机会。只是一瞬间，我身上那些不适感就减轻了不少。我没有犹豫，马上开始了抽奖。恭喜玩家小姚抽中盲盒，内含奖励一次性免疫蛇毒功能。看到这功能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这东西确实能在关键时候保命，可现在问题是我已经饿了3天了，再找不到食物，怕是真要嘎了。带着对水和食物的渴望，我开始动身去寻找物资。而这时直播厅的主持人也是松了一口气，还活着，通知医疗组继续观察，有问题随时准备抢救。但一旁的陈老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。这位选手3天不吃不喝，身体各项机能怕是早就罢工了，这绝对是回光返照。可他话音刚落，就看见我健步如飞的出去寻找物资了。陈老显然是被这一幕震惊到了，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，弹幕也是满屏的问号。我勒个豆，这就是传奇奈俄王吗？这还能站得起来？好爷，我的电子榨菜复活了。此刻雨林内，我注意到了不远处拍摄的无人机，还朝着他笑了笑。好家伙，这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，不会是扮猪吃老虎吧？你这命也太硬了。说吧，生吞了几个贝爷，但这
这时的我对这些评论全然不知，脑海里只有对食物和水的强烈渴望。突然我的眼睛猛地发直，只见不远处有一滩污水潭，水面上还漂浮着几只死青蛙。我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，虽然理智告诉我这污水绝对不能喝，但身体的本能还是让我走到了水潭旁。拼了，喝了不一定嘎，但是不喝一定会嘎，反正我有高达98的抗性，大不了喝了窜几天。这时网友们也飘起了满屏的弹幕，兄弟，这谁可不兴喝啊？喝了真要见太奶。哥们，我承认你八字硬，但这喝了真会出事的。直播厅内黄老也为大家科普道，这种污水喝了轻则消化道感染，重则化学中毒，搞不好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损伤，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节目组这边也赶忙通过无人机对我进行喊话，小姚，那水不能喝，实在不行可以退出挑战，安全第一。但此刻的我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水。下一秒，只见我朝着死水潭就冲了过去，不管3728，趴在地上就蹲的喝了起来。见状，网友们和演播厅的众人都懵逼了，这是他们见过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求生者。节目组这边本来打算让我直接退出，毕竟我的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但是考虑到热度和话题量，还是让我留了下来，并派出多支医疗小队以确保我的安全。画面一转，我已经把污水潭全部喝干。虽然说这水有一股化工和腥臭味，但这都无关紧要。喝完后我感觉神清气爽，但这时一阵饥饿感从我的胃部袭来。好家伙，现在的问题是去哪里搞吃的？我现在都饿到想直接抱着树开始啃了。另一边演播厅内，众人见我把污水喝干，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主持人强装淡定，看来选手小姚的身体素质还是十分不错的。两位专家如何看待他的所作所为？对于这名选手，我一点也不看好，即使他运气好没有中毒，也会产生许多的副作用，建议节目组仔细观察，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。闻言，黄老也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众人还是一致认为我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。可就在这时，几名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不对劲，我丢，那不是蛇吗？快点提醒一下小姚啊，这好像是竹叶青，据说毒性能直接杀死一只奶龙。导播组这边连忙通过无人机进行喊话，小姚你再看看你后面呢，你身后有一条竹叶青，请立马离开，千万不要惊动它。闻言我转头看去，只见距离我2米左右的竹竿上趴着一只竹叶青，此刻正朝着我吐着蛇信子。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有个免疫蛇毒的道具没用，按道理来说生吃也是没问题的。饥饿逐渐占据了我的大脑，下一秒只见我沿着口水，身体更是不由自主地朝着竹叶青挪动着。直播间的网友们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兄弟，你这个眼神很危险，使不得啊使不得，小姚你得三思啊。无人机也是急忙提醒道，危险啊小姚，你不能再继续靠近了，竹叶青可是有剧毒的。可我哪里听得进去，再找不到吃的我就要被饿死了。在我眼里这哪里是一条毒蛇，明明是一包美味的辣条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捡起棍子就朝着竹叶青砸了过去，可还是不小心被它咬了一口。不过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我有免疫蛇毒功能的加持。随后我从身上摸出了一把多功能工具刀，这是参加比赛前携带的，选手可以自行挑选3样道具进入挑战。我选择的是工具刀、一把斧头还有几包盐。因为暂时没有火源，我也只好生吃这条毒蛇。只见我把竹叶青分成3段，随时就要把蛇肉往嘴里塞。拍到这一幕的节目组是真慌了，小姚请你立马停下，这蛇有剧毒，你再动的话血液循环会加快，那样毒性就会更快发作了，请你待在原地，我们立马派医疗队过来。此刻弹幕也彻底疯狂了，上次被这货咬过的人坟头草已经有3米高了。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这货比甲方还要毒。但无论众人怎么劝阻，我还是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下一秒只见我直接生吞了一块蛇肉，我觉得吃的有些不过瘾，干脆直接抱着剩下的部位啃了起来，嘴里面火辣辣的，这辣度有山城火锅那味了。这时直播间里刷起了满屏的抬走，节目组这边也是彻底乱套了，导演组怎么也想不到节目里会出现我这样一个狠人，后勤组立马准备直升机，随时准备急救。他们是真慌了，这可是官方举办的科普节目，要是出什么差错可就完蛋了。而另一边的我并不知道节目组已经乱做了一锅粥，甚至还在回味着蛇肉的味道。你别说，还挺嫩的，要是能加点酱油就更好了。随后系统的声音响起，检测到宿主遭受蛇毒攻击，已自动开启清除蛇毒功能。闻言我的心里更踏实了，可下一秒我却感觉头有点晕。清理蛇毒有一个过程，期间有些许不适，还请宿主不要担心。你管这叫不适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又看见太奶了？这时一阵困意猛地袭来，于是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朝着芭蕉叶上走去，随后就倒在上面没有了动静。弹幕再次活跃起来，小姚年纪轻轻的就年纪轻轻的走了，坏了，这下不会是真凉了吧？奶妈有没有救一下？直播厅内陈老率先开口道，这名选手是咎由自取，这就是不尊重大自然的结果。黄老也吐槽了几句，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，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。在派出医疗队后，意识到出事的网友们也不玩梗了，齐刷刷在直播间为我开始祈祷。可下一秒我的行为却震惊了所有人，不对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我好像听到小姚在打呼噜。随着画面拉近，我的呼噜声也越来越大，这哥们命也太硬了，这样都能睡得着。小姚绝对和阎王有交情，这肯定是当代的医学奇迹。此刻直播厅的众人也是目瞪口呆，就连一向不看好我的陈老也变得哑口无言。这都没事，这合理吗？他简直就是超人。但导演组这边却没有放下心来，小姚刚刚可被竹叶青咬了一口啊，甚至还把整只竹叶青生吞了，这搞不好是会出事故的。医疗队准备就绪，马上前往小姚所在的位置进行急救，以防万一，记得给他做个全身检查，确保他的安全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医疗队抵达了我休息的位置，主治医生首先是探测了下我的鼻息，随后又用听诊器对我身体各部位进行了检查，得出的结论居然是一切正常，各项指标甚至还比普通人更加健康。血液中有微量的毒素残留，但能通过正常的人体循环排出，不会对健康造成损
损伤，估计小姚睡一觉后就能全面恢复。听到这话的网友直接懵逼了，直播间也是飘起了满屏的问号。你是说他喝下化工废水，生吞竹叶青后，身体一点事也没有？不是哥们，大家都是人，难道你提前进化了？根据我的分析，小姚携带的召唤师技能应该是进化加治疗。这时导演组也是松了一口气，小姚没出事是天大的好消息。而且我今天这些操作经过网络发酵，很快就会给节目带来泼天的流量和热度。然而没多久，关于我的消息就登上了新闻头条。毒蛇的新吃法，刺身限定，化工废水又如何？我自带免疫系统，荒野求生算个啥？荒野求死才是真本事。一连3个热门话题很快就冲上了热搜，吃瓜群众也在评论区疯狂的讨论着。纯路人有没有看过的家人说一下，这瓜保不保真？真，比真金白银还真。你可以怀疑任何事，就是不能怀疑小姚的八字。开玩笑，小姚可是比肩贝爷和挨饿德的男人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满级人类。越来越多的人分享着自己对我的看法，然而此刻我却对自己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这一档子是全然不知。刚刚生吞竹叶青的后劲不小，导致我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天早上。恭喜宿主获得1万声望点，请选择是否开始抽奖。我有些疑惑，这些声望点是怎么来的？在直播过程中，观众对你行为的讨论热度会转化成声望点，网友对你的关注度越高，你的声望点增长就越快。好家伙，看来我也是个小网红啊！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开启了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免疫封毒功能1次。看到这个奖励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之前抽到免疫蛇毒功能后，我就遇到了一只竹叶青，那这次恐怕就是蜜蜂了。系统你还真是不拿我当人啊！为了不去遭罪，我决定就地取材做个工具去抓鱼吃。这时直播厅内，主持人小美面带微笑开口道：欢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是荒野求生节目开播的第4天，弹幕投票功能已开启，大家可以参与实时投票，为您最喜欢的选手加油助力。而我毋庸置疑登上了榜首。经过昨天的网络发酵，有不少网友通过我的切片慕名而来。没办法，小姚实在是太有活了。下一秒镜头一转，画面里我正拿着刀对竹子进行改刀。网友们见我正在制作鱼叉，顿时坐不住了。这不是我小姚哥的作风啊！说好的荒野求死呢？好兄弟，我劝你不要不务正业，这是你该干的事情吗？这时直播厅内主持人和2位嘉宾也是一脸的茫然，他们都不相信一向不正经的我居然能做出这么正经的事。小姚选手这是回归正轨了啊！以他的意志力和身体素质，相信后续表现也会十分亮眼。然而陈老却是一脸的嫌弃，我就知道他前2天是在博眼球和关注，现在还不是要乖乖求生，大自然会教他做人的。此刻雨林内，我已经制作好了鱼叉，随后我来到了一处小溪旁，趴在溪边就开始狂饮起来，有高达98的抗性，就连喝化工废水都没有任何副作用。那喝生水就更是基本操作了。喝完水后，我就开始尝试在水中插鱼，然而一整个上午过去了，我愣是一根毛都没有插到。下一秒，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直叫，饥饿最终还是战胜了我的理智。小蜜蜂，你们的活爹来了！另一边直播厅内，观众们注意到我没有继续插鱼了，而是对着一棵树干直直的发呆，那眼神和状态就跟之前看竹叶青的样子一模一样。这时我正看着蜂巢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，折2下有不会嘎，但是不吃东西我马上就要饿死了。奥利给，干了兄弟们！我原本打算给自己弄点像样的防护措施，但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材料。不管了，开着。此刻观众们也发现了树上那巨大的马蜂窝，铺天盖地的问号再次袭来。兄弟，你别告诉我你想对这玩意下手，这到底是谁的部将？他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相较于新观众的疑惑懵逼，熟知我的老观众则是满脸欣慰。小姚，你终于回到正轨了，整活才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好家伙，现在都学会铺垫了。上午先假装老实求生，一到下午就开始原形毕露了，也是玩上反差了。不愧是直播仙人。主持人小美已经对我的行为彻底麻木了。如果是小姚的话，做出什么行为都不奇怪的。虽然蜂蜜确实是很宝贵的糖分来源，但是正面硬刚风险还是太大了。但一旁的陈老对我依然非常不满。之前因为我的离谱操作导致他被频频打脸，现在他只想看我出糗。看样子这蜜蜂的规模不小，保守估计应该有好几十只。这么多蜜蜂一拥而上，小姚选手根本顶不住的。我断定他接下来马上就会被淘汰。此刻网友们也发表着自己的观点，记住我说的，小姚今天就算是被折成猪头，也要吃上这口蜂蜜。好家伙，你敢拍我都不敢看，小姚我在精神上支持你。这时的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于是下一秒我就直挺挺的朝着蜂巢冲了过去。蜂群反应也很迅速，意识到自己受到威胁，很快就对我开展了反击。顿时我身上各处就传来了针扎般的疼痛。我丢，快住手，那里可不能折！几十只蜜蜂正朝着我进行着疯狂的攻击，即使我一直拍打着自己的脸部试图赶走蜜蜂，最后也以失败告终。索性我直接放弃了防御，拿出多功能工具刀就朝着蜂巢割去，掏出几块蜂巢碎片我就开始逃跑。然而我身后的蜜蜂并没有打算放过我，愣是追着我跑了3条街。直播间的水友看见这一幕也是乐坏了，蜂群 S 级追杀令，你以为是开玩笑的吗？他逃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这哥们是天赋怪，100米速度都快赶上博尔特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摆脱了蜂群。这时的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浑身上下还传来阵阵刺痛，可我根本顾不上这么多，拿起一旁的蜂巢就开始疯狂的吮吸，很快就把它们吃干抹净。但此刻我脸上的肿胀感变得越来越明显，我大概能猜到自己现在已经肿成了一个猪头。网友们看见这一幕也是乐坏了，小姚你搁着 cos 猪八戒呢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这简直跟那只被蜜蜂蛰的狗子一模一样。与网友们的调侃截然相反，节目组这边对我的情况还是有些担心的，他们通过无人机进行喊话，小姚你的脸部肿胀很厉害，建议你立马退出比赛去医院治疗。闻言我立马拒绝了，我可是要拿100亿大奖的男人，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你别管我怎么求生，我就问你生没生吧，我肯定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个求生者。节目组这边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也只好放弃让我退出。随后我补充道，兄弟们不要模仿，我这是演示极端条件下的生存方法，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我的一顿发言为网友们科普了许多知识，也为节目赢得了许多好评。好在这时系
系统终于前来救场，检测到宿主正在被蜂毒攻击，已自动开启免疫蜂毒功能。休息片刻，我就恢复了过来。吃饱喝足后，随地扯了片芭蕉叶就坐了上去，开始用刚刚获得的声望值进行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深入睡眠，一次性。不是哥们，这玩意有啥用？系统现在真是演都不演了，直接给我发这种废物技能。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根据之前的经验，系统给的道具很快就会派上用场。到底什么情况会导致我睡不着觉呢？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名堂，索性选择先睡上一觉压压惊。而就在这时，导演群内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通知：选手所在的雨林区域马上会开始强降雨，